凡人想要得以修行，须挖双目，斩四肢，割肺子。穿越的我凭借神通，能够豁免修行的代价。此时，两位脸色阴沉的衙役抬着巨麻布包裹的尸体从巷子里走了出来。这是又感染了，太晦气了吧？这个月怕是第3回了。误事，误事！民众见此四散离开，就连各摊位都慌忙收拾东西，像是在躲避着瘟神。星哥，你没事吧？为何脸色如此惨白？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小五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店铺里了。小五显得很畏惧。星哥，放心，去就回。名为人清的衙役拍了拍小五的肩膀，快步朝巷口走去。他的脚步略显虚，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，可见内心绝不是表面上那么淡定。差人，想吐就吐，然后赶紧进屋收拾东西，必须尽快完成。你们总不想待在这儿吧？好的，差人。李绵与李恒是对亲兄弟，外表有8、9分相似。他们在衙门中毫无根脚，所以才调给了人清。小五则是主动从别处投奔。他与人清的父辈是同乡。只见屋内布满了血肉碎块，书架也东倒西歪，上面倒是没有摆放的书籍，显得异常空旷。之前那具被搬出去的长辈，原本是跪倒在门后，双手呈现摊开的动作，掌心放置着硬生生挖出的岩珠。人清分管3乡城西区的坛街，在衙役中属于火锅，他职责就是焚烧尸体以及死者生前的随身事物。按理说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，可就像书铺里的掌柜，明眼人都知道嘎鱼非命。几日前负责坛街的火工还有8名，只是焚烧一具横死的尸体时，闻到股莫名的味就出了状况，所有火工都打击不起，死前脸上还带着诡异的笑容。认清看似是唯一得大，实际身体已经换了。他前世不过是名普通上班族。此方世界处处透露着居民很少，隔3差5会莫名爆口。是谁？出来！认清眼前有大量线条，勾勒出拿的图案，最后形成几段文字。人清年岁17，寿元5年113日。这个自带的神通，目前就只能查看其寿元，后面再研究吧。而且我寿元不多，必须早日找到延命的方法。一般来说，出现后，先由禁足前来查看，确认无事后才是我们这些火工，最后是清扫血迹污秽的照应。禁足应该是掌握了法术的修士，否则3乡城哪可能维持表面的安定，也不会每次出现暴毙就第一个到现场查看情况。也许在禁足身上能够找到延续寿元的方法。差人，朱家家凤里有本书。差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无目法由百目老僧从首楞严经中悟得，修行此法必须挖去双岩，将岩珠配合药引直下，749天后得以重新长出。挖去双岩后，将深陷无边黑暗，是常人不可视之物。修成者可生吞岩珠，得以恢复伤势，以及延寿续命。人言最佳，独目者识破幻象，百目者制造幻象，众同者料敌于先。Nice， 可消耗30日寿元，豁免代价掌握。所谓代价到底指的是挖眼失明后的49日，还是什么更深层次的隐秘？修行的法门就在眼前，并且还能延续寿元，哪怕诡异了些，但总比浑浑噩噩更嘎强。任清心念一动，30日的寿元转瞬即逝。穿越的我凭借神通，能够豁免修行的代价。消耗寿元虽然已经入门无目法，但距离掌握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人清年岁17，寿元5年83日，属无目法。差人，你怎么了？刚刚气血上脑，加上风沙才导致眼睛酸痛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去。好的，差人。庆哥，差人，你回来了呀？走吧，忙活了一上午，等回到衙门便可以好好休息下了。尸体都处理了吗？都处理好了，剩下的就是造力清理。好的，我们还有要事，就先走了。你们抓紧把尸体焚烧了吧。4人穿过城西区，来到了3乡城的中央，衙门的所在。3乡县属有11个功能区：禁足堂、五块堂、火工堂、造力堂、牢房、厨院、知县宅、仙佛祠、公审堂、练武场、四补斋。终于到了。走吧，手下就这么点人，否则我哪需要去干粗活？你们准备开路，我去房里歇息一会儿。好的，差人。任清叮嘱了3人几句，然后便返回了厢房。任清盘腿坐在地上，激活信息流的同时闭上眼睛。他感受到无目法的信息开始交合，然后融为一体，形成了粒虚幻的种子，长出了3片嫩芽，叶面上的花纹像是一只诡异的眼。当任清疑惑不解的时候，嫩芽上出现了信息形成的文字，并且还伴随注解：是否选择分支独目者，
将消耗寿元1年。任清又试了下其余2种，发现百目者与独目者消耗的寿元是1年，重瞳者却是1年6个月。无目法本就极为诡异，选择分支后恐怕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，而且没有搞清楚这方世界的力量体系前，花1年的寿元冒险实在不值。而且无目法半部都是写的如何生食人言，要不是我已经掌握了无目法，恐怕会被文字影响，可见撰写此书的百目老僧有多诡异。由此可见，信息流能获取到功法隐藏的信息，比如说独目者与中通者，又比如书上虽然记载了生吞眼珠能恢复伤势，但增长寿元却丝毫没提，恐怕连百目老僧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对比浑身长满眼睛或是变成独眼，中通确实要更容易接受些，至少勉强算是正常的范围。不知不觉，任清已经研究了1晚上，也已经开始习惯这诡异的事。金哥，我见你没吃饭，特地给你留了。我有事离开一趟，应该过不了多久便会回来。哪位好心人，给一些吃食吧，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饭了。多谢差爷，差爷长命百岁。陈二狗，年岁28，寿元13年，数神族经残。神族经由天蚕道人创出，修炼此法需要在骨骼生长的年幼之时，将双腿连根切掉，困于菜缸中，喂食特定药引，3年不死可长出神族。原来之前在街上看到的乞丐，大部分腿部都有残疾，而且比正常人的腿足粗壮了1倍，并且皮肤长满了脓包，都是因为修炼神族经所致。如果世间的功法都是这般诡异莫名，那么资质要求根本就不高，而人命又值几个钱。原来是阿青，有几日没见了，还以为你出了事情。嗨，瞧我这张破嘴，今日多给你个2两肉。张大哥，我最近晚上行路看不清，能找你讨些猪眼用来明目吗？没问题，你想要的话，今后我都帮你留着。阿青，你要是前段10日来，恐怕我这里还真的拿不出猪眼，有人特地花银钱来买猪眼，你说怪不怪？张大哥，把零散的猪眼给我就行，不必特地去挖坏了猪头的品相。还有，我来你这拿猪眼可别告诉他人。现在猪眼买好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代替人眼。还有将无目法传给书铺掌柜的人还在3乡镇，而且已经开始生食人眼。阿青，猪眼给你装好了，银钱就不用了。怎么可以？张大哥见外了，这是银钱，张大哥收好。任清取出些碎钱硬塞到了张屠户的手里，并且有意无意地碰了下对方。张屠户，寿元15年，术法无。这个张屠夫没有掌握任何术法，确实和无目法无关。以百目老僧对于人言的推崇，恐怕在正常修炼的情况下，无目法的修士一旦尝试过人言，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任清找了家餐馆填饱肚子，眼看着天色逐渐变暗，起身返回了衙门。任清盘腿而坐，闭眼陷入冥想。看来走了捷径也是有弊端的，迟迟无法进入修行的状态啊。通常情况下，吞下眼珠后的49天会无时无刻不经历黑暗，此后观想再容易不过了。任清却截然相反，他掌握无目法的过程极为短暂，以至于找不到方向，而且心情越是焦急，便越是容易影响状态。干脆先试试猪眼延寿续命的效果，说不定能找到契机。任清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，端详着晶莹剔透的猪眼，随即犹豫了片刻后，直接扔到了嘴里，脸色涨得通红。猪眼在腹中化为热气，很快就弥漫到了全身各处，舒爽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差人，怎么了？差人，尸体活了。什么尸体？哪具？就是晌午带来的那具，而且其余尸体也有些不对劲。书铺掌柜的尸体毫无征兆的起身离开了停尸屋，几步就消失在黑夜里。小五，你跟我去找那具尸体，李绵、李恒，你们就在这里看着，切记莫要轻举妄动。小五，还行吗？没事的，星哥。那就跟我走。两人沿着血迹东拐西拐，火工厂的位置已经够偏，没想到尸体指引的方向更加偏僻。这里是衙门西区的外墙，星哥，星哥怎么办？任清围着尸体转了几圈，丝毫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用手臂推了下，却松松垮垮的倒在地里。任清瞥了一眼尸体面朝的方向，难不成是暗中猎食的百目者使得尸体出现暴动？抬回去再说。任清悄然吃下猪眼，以此来应对接下来的危险局面。猪眼快速被消化，任清头顶有热气冒出，他与小五一前一后抬着尸体，两人顺着原路朝火工堂而去。刚走过一半的路程，尸体又出现异动。星哥，尸体搭在你肩膀上了。打他！
天快亮了，我们抓紧回火供堂，不能让他们发现尸体不见了。好的呢。开炉，赶紧把尸体烧掉，这具尸体留不得。好的，差人。这几天我们4人辛苦些，轮流休息，把停尸屋的尸体处理干净。任清想起尸体留下的血迹，虽然路径较为偏僻，但以防万一，还是去遮掩下比较好。你们在火炉旁看着，记得留心停尸屋。任清小心翼翼地沿着血用沙土盖住痕迹。任清年岁17，寿元5年85日，属无怒法。没想到寿元增加了2日，生尸猪眼延寿续命的效果应该是潜移默化，否则百目老僧也不会没有察觉了。不过无目法想要对付诡异的事物，还是有些过于勉强，掌握第2种术法也要提上章程。忽然间，任清隐约察觉到恐怖的气息，就像被猎食的凶兽盯着，本就是弓着身，连忙顺势趴到了地上，然后用余光环顾气氛。这是禁足吗？他手中拿着的应该是活着的人皮。男子为了避免同伴被人皮上身，竟然和人皮跳起了交谊舞。总算走了，现在血迹也已经处理，赶紧回去了。接下来几日，任清都在修炼中度过，已经能自如进入观想无目法的状态，也已经没了原本病怏怏的火，气血也显得饱满了。现在去衙门内的演武场看看，就算不能找到术法的线索，学习下防身的外功也好。差人，县令下令召集衙役去公审堂。知道了。现在县令下令召集衙役，应该不是半夜搬尸体东窗事发，如此大的阵仗，多少与诡异沾点边。任清来到公审堂，就暗中开始观察这里的情况。他们的年纪普遍在30岁以上，唯独我连20不到。长话短说，你们应该多多少少了解东区监牢的事情吧？里面已经成了禁区，等禁足处理完毕后，你们便要负责清理监牢，每接触5人，找些机灵点的。众人纷纷点头。看来谭街的4人肯定逃不过监牢，为何值得衙门如此兴师动众？还有所谓的禁区到底是什么？难不成涉及鬼神？等到了牢里后，切记不得露出身上任何皮肤，并且要将里面清扫干净，不能留下丝毫碎屑。都回去准备吧，让去的衙役交代一下后事。打扰了，监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哦，怪不得不知道，原来是谭街的那座监牢在衙门的东区，说是里面犯人因为自相残杀全是尸体，可这几天已经进去2批衙役了，东区那边人手不够，只能由我们来了。那何为禁区？如果出现大规模莫名惨死的情况，便是禁区。中年火攻说完后，心急火燎的离开，其余衙役也是如此。任清回到火攻堂后，第一时间把事情口述给了里面等。以前听衙门里的老人说过，到了禁区九死一生。反正我们都逃不掉，还不如准备的充分些，免得出了岔子。好，那就听差人的，我们这就去准备。任清准备了些猪眼内也只包着，又不放心，先吞了几颗，让身体内的热气源源不断。你们紧跟着我，如果我不去碰什么，你们都不要做些多余的动作。各位差人，先把第2层的衙役尸体带出来，再去处理其他的尸体。出发。我们也等。差人，这是一名嘎了的火攻，抬走吧。刚刚一闪而过的好像是张残破的人皮。妈呀！我刚触碰到这个尸体，皮肤怎么血肉都掉了？此前牢房的传闻搞得人心惶惶，现在见到死状如此诡异的尸体，所有人都生出了惧意，甚至几个年纪尚小的火攻低声痛哭起，场面变得极为混乱。早点把尸体搬出去，就能早点离开，这个道理总懂得吧？在夏伯峰，你们应该多多少少听过我的名字吧？任清愣了下，连他这种消息封闭的都知道。伯峰，据说其手下的火攻很少身死，并且做事喜欢亲力亲为，在衙门的管事中无数一致。想要活着回去，那就静下心来听我的。现在都给我系红绳。会系吗？要不要我教你？不用了，多谢。等下抬尸体的时候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回头。知道了，差人。还有551组不同，我们只有4人，一旦有人出了问题，剩下的都得死。都给我把精神打起来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所有火攻都准备完毕后，由伯峰领头朝出口的方向行去，其余则相隔半米。任清注意到监牢里除了人皮以外，似乎隐蔽的角落还有几只爬鼠。任清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快要到往上层的阶梯口处的时候，有几人突然脚步加快，卧槽，脱离脚嘎呀！想要率先进入阶梯。刚才好像是人皮过去。
脚步放慢，去左边3米，右边3米，左前方5米。火攻们抱头鼠窜，想要以人海优势逃出升天，但人皮只要触碰活人，立刻就会钻入其体内，不出几息就没了浑身的血肉。任清由于用眼过度，忍不住流下了泪水，只感觉双眼火辣辣的疼。他发现人皮有意无意的呈现合围之势，唯一缺口就是前往3层的阶梯。男子为了获取，竟然连吞数条蜈蚣，扔了尸体，唯一的生路在第3层。想要活命就来！任清转身带着小五3人冲了过去，其余人见状纷纷效仿，恨不得长出5条腿。这里安全了，先休息下。任清连续吞了几颗猪眼，才把虚弱给压了下来。牢狱外，赵淑丽的脸上写满了焦急，她挪步想要去监牢里，但走到铁门前又折了回来。按照时间，火攻应该差不多运回第一批尸体了，怎么还没有出来呀？片刻后，铁门内争先恐后的逃出几十个衙役，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地下传来了惨叫，钱汉去看了，那些火攻全死了。钱汉呢？在这。快说，人皮活了，他们在吃人，想要出来的火攻无一幸免。我知道了，不是说监牢里的诡异已经清理干净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大批量的杀伤？还未到出手的时机，至于死掉的衙役，结束后用作抚恤的银钱加倍。好。李耀阳，监牢里到底还藏着多少诡异？宋老，我怎么清？宋老，监牢禁区是由人皮书形成，里面的诡异可是有附身的能力。如果我们出现意外，禁区继续扩大，3乡城不知要死多少人。所以现在监牢里是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可以确定还有3张人皮残片。什么时候出手？别急，人脸并未出现，它可能藏在每块地砖缝隙中，不把这诡异的源头找到，禁区永远破不了。你还怕我身死在里面？那倒不是，但就怕宋老你失手大开杀戒。白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拔剑，以免伤及无辜了。原来我的剑术这么强吗？蜈蚣？哪来的蜈蚣？监牢内连老鼠都没有看到，说明禁区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活物，难不成是某种术法形成的引线？人皮，难道是人皮并不完整，所以静坐在等待着什么？看来人皮并没有忌惮，他们只是把幸存者逼到了死路，然后逐渐蚕食。星哥，我刚看到人皮了，他们没走远。别表现出慌张，怕是没时间晋升重通者。人皮已经盯上了唯一具有威胁的自己，切记不要离开这里。任清从腰间抽出把闪着寒光的弩刀，闭上眼睛，露出力竭的姿态，然后竖耳轻人皮瞬间朝边上的人群扑了过去，有名火攻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没了声息。而吸收完一人的性命，人皮也恢复了伤势，人脸融入其中。不过他没有吸收血肉，反而向脑袋快速钻去。人皮书宦官皇陵所创，修炼此法要将皮肤完整包下，不用特定药引重新长出，反复7次得以修成，可消耗1年寿元，或免代价掌握。确认掌握。这人怎么多了股同源的气息啊？都退后半米，老夫宋宗武。宋宗吾的形象犹如妖魔，脸上生有6目，腋下则多长着2双手臂，浑身布满结实的筋。男子为了修成6度炎炉，竟然自断了双臂。宋宗吾的手臂形成的气浪，使得周围火攻人仰马翻，纷纷晕倒了过去，唯独任清勉强保持着些许意识。真以为能奈我何？正在这时，成百上千的蜈蚣从过道外涌来，将任清在内的所有人围在中间。宋老，人皮残片都已经取得，只剩下这张人脸了。白姑娘，我都说了别拔剑的，头都差点被你削掉了。知道吗？原来我的剑术这么强。李耀阳欲言又止，最后化为了无奈的叹息，随即数百只蛆虫覆盖伤口，使得脑袋缓缓恢复。宋老，你看此处禁区危险性虽然不高，但还是很棘手的。人皮书形成的诡异，如果不是肉眼看到，根本就无法察觉。小心谨慎没错的，回来吧。
我会用使脑中模糊这些火攻的部分记忆，虽然还会勉强记得，但至少不会因此疯掉。还有那几具被吃空了的尸体，着实有趣。随便你处理吧。此时任清已经没有大碍，他先是查看了自己的信息。任清，年岁17，寿元4年9时3日，属无木法，人皮书。掌握人皮书怎么直接少了1年的寿元？明明无木法只消耗了30天，难不成与豁免的代价有关？任清的脑海里又长出了一颗新的内容，在意识轻轻触碰后，人皮书的分支出现在眼前。包皮者，包皮待死；炼皮者，以炼皮；畜牧者，以人畜牧。任清简单查看下后，便取消了信息流。不过他也不敢睁开眼睛，只得假意昏迷了过去，免得引起禁足的注意。放出食脑虫吧，差不多该离开了。从李耀阳手臂中钻出黑色的甲虫，飞进了在场所有火攻的嘴里，任清也不例外。他用牙齿死死地阻止黑色甲虫进入口腔，免得被食脑虫伤到大脑。片刻后，食脑虫重新爬回李耀阳的耳。走吧，离开这里。突然，宋宗武脚步顿住，他的六目扫视周围，在看到任清的时候，脸上突然生出些许异色。他用脚尖捅了下任清。据说世间的书籍每隔10年会有一本化为人皮书，我们衙门书籍最多的地方应该是演武场。宋宗武，年岁86，寿元253年，属修罗法，六臂阎罗。后面一连串问号，看来面对实力远超于任清的宋宗武，得到的信息难以完全。至于为何能显示修罗法，可能也仅仅是因为宋宗武表现出了修罗法，其余隐藏的手段便难以知晓。修罗法乃是无名苦行僧创出。修行要求天生双臂残缺，并需经历佛门5大戒律而不堕，修成时长出双臂，六臂阎罗由5臂判官晋升而成。从修罗法的描述看来，宋宗武应该品行不错才对。那么临走时的行为举止难不成有什么事？任清没有急着验证，而是经过医师检查完身体后，就回到了火攻。活下来的火攻有35，主要还是禁足出手及时，并且人脸被任清拖延了些许时间。至于小武3人，他们老老实实紧贴着墙壁，没有去乱跑，都相安无事。接下来几日，任清就老实的在屋里待着，摸索人皮书的修炼法门，尝试各种动物眼珠的效果。与无木法通过观想不同，人皮书需要外物的刺激，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捶打身体。如果能配置出专门的药浴，应该也能有奇效。至于眼珠，体积越大效果越好，猪眼确实是性价比最高的，现在也是该考虑着晋升重瞳者的时刻。任清想到宋宗武在牢房有意无意说后，决定去演武场看看。任清看了几眼就觉得无趣，他走向演武场边的武，里面收录了不少打磨身体的武功，不过只有衙役才能学。男子声称走义务，竟然是为了走捷径。任清进入武楼，环顾四周，对于所谓的武功秘籍略有些失望，看起来和普通的书铺没有任何区别。零零散散地摆放着几排书架，上面的书籍极为老旧，甚至部分都出现了损毁。任清随意拿起一本，封面上赫然写着清风剑。任清开始观看剑，也就平平无奇吧。对于招式的技巧描述倒很详细，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内外兼修，还是换出信息流看看。清风剑法参由清风道长所创，共含有36式，以快稳著称。兼修内功后，出剑更加灵动。清风剑法缺少内功片，无法消耗寿元掌握。任清浑身的肌肉微微绷紧，他不信邪的拿起一本秘籍，结果都是相差无几。武楼内的秘籍无一例外标注着残，难道衙门刻意把武功做出了删减吗？武功与术法之间画风可是相差108000里，按照正常的逻辑，被普及的不应该是强身健体的武功吗？要说诡异流功法可以成仙得道也不恰当啊，哪怕是宋宗武也不过300多年的寿元上限，和付出的风险相比，增长的寿元太少了。而且又有几人能寿终正寝？宋宗武想让我看的应该不是这些，毕竟信息流的事情绝没有第二人知道。任清按照书架排列的顺序，耐心的一本本翻阅秘籍，看到信息流的提示后，便重新放回书架，终于找到一本书籍，名曰《草堂游记》。只有这本并非功法秘籍，内容讲述的是些荒谬的鬼神传说。任清仔细的品读每行文字，不经意间就已经过了数个数九。此方世界的修行的境界由五人、梵师、鬼使、阴差、阳神、天鬼组成，身体逐渐生出异化，却还未退，便是处于五人的境界。等到第一次异化完成，就达到了半师，并且不同的功法异化的方向大相径庭。光是无目法就有百目者、独目者以及重瞳者3种，更别说其他术法。想要修炼诡异术法，通常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如此高的门槛，
难道就没有捷径可言吗？事实上是有捷径，而捷径就在五人境的身上。修士打后都会生之鬼异物，凡人可借鬼异物掌握术符，不过仅限于五人境打后的鬼异物，半尸境以上就会有较大的风险。可这样的修士想要晋升术符，得依靠下一境界的鬼异物，等同于失去了潜力。半尸境以上的修士身死，鬼异物就会生出灵智，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活着，从而形成禁区。所以说监牢禁区其实就是因为修炼了人皮书的修士死在里面导致。既然禁区的诡异程度与境界高低有关，那么高境界的修士同时掌握多种术法，尬后形成的禁区会有多恐怖？任清终于明白宋宗吾为何会用这种方式引导自己。我在监牢表现出来的蜕变与人皮书息息相关。宋宗吾误以为我是不小心吃下人皮残片，从而踏入的五人境。一个寿元将近的五人境修士，又是靠诡异物达到的，无潜力可言，哪有招揽进禁足的必要？宋宗吾的做法已经仁至义尽，避免仁清因为不知情暴露五人境的修为，从而被某些人惦记上。对于仁清来说，存在感自然越低越好，这样突破半尸境就不会被注意到。五楼马上便会关闭，你可以明日再来。多谢老丈提醒。老捕快注意到草堂游记后，突兀的开口道：“我想问一下，他还好吧？宋宗吾还好吧？”挺好的，身子骨很硬朗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等到任清离开后，老捕快和蔼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扭曲，他虚弱的把大门关。你敢信？男子的脑袋竟然自己长腿跑了。任清深深的望了眼武，那老捕快肯定和宋宗吾有所关系，两者的样貌也有些相似。难不成是亲兄弟？还是先回火供堂吧。等回到火供堂的时候，却见火炉冒出青烟，噼啪作响，显然有尸体在其中焚烧。任清走进院子，发现桌子上还有些饺子与小菜，食物是由衙门提供的。说来也古怪，城外良田不多，可偏偏城内粮仓都已经装满。任清吃完饭就朝火炉的位置而去，很快就发现小五几，其中还多了个熟悉的身影，不过沉默寡言，并没有说话。国风变化不小，浑身透露着颓废，不但原本的黑发全化为银白，脸上也遍布沟壑丛生的皱纹。任兄弟，今后我在谭街当差了，可别气。难道是手底下的衙役怪罪你？可监牢里的死伤与你又有何关系？国风是主动调来，我们才刚知道。街道一共就7名衙役，在牢里死了4人，他们的全家老小我都认得。国风不想再做火攻的管事，所以便主动调来了谭街。当然，其中也有任清的关系，后者在监牢里的表现确实有目共睹。好好干。主要谭街的人手太少，真要忙碌起来，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修炼。其次，有了国风坐镇，任清可以放心的当甩手掌柜。国风的情绪逐渐恢复，表情如释重负。国风，你之前管辖的街道在西区偏东的位置吧？东区割头死尸是什么情况呀？你说的是无头案吧？现在主要集中在南区，也不知道背后的凶手有何目的。嘎了这么多人，恐怕与某些势力有关。不太像，我看过其中几具尸体，脖梗处的7口完全相同，可见应该是出自一人。发人后城区肯定会封闭，这都没有找到凶手吗？国风忍不住环顾四周，然后轻声细语道：“脖梗的切口太平整了，根本就不像利器割开的，反倒是像脑袋自己长腿跑了。”吓我啊！衙门肯定做出了相应的措施，况且哪有不漏风的船？继续作案，免不了露出马脚。确实，我感觉近日割头案少了些。我老哥，多关注下西区，要是出现了无头的尸体就告诉我。没问题的，我在衙门中认识的捕快不少。有个老资历衙役的好处显露了出来，至少在人脉方面，任清远远比不上。我先去睡了，有什么事情明日一早再说。任差人刚吃的是什么？为何怎么像是生肉？其实是较为新鲜的猪眼，去掉血水后完全没有腥臭，入口还有些回甘。我见差人每日都会吃，一时间好奇罢了。清哥是眼力不好，大夫说要以形补形才吃的。至于任清为何要有意无意的显露出眼力不好，其实因为等晋升半尸境后，免不了要遮掩重瞳，他对此没有太好的办法，但又不想太早加入禁足，至少要实力达到能够自保的程度。相比于偶尔遭遇危险的火攻，禁足需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。现在城外禁区的数量应该有不少，
那些被调离三香城的核心阶火攻，说是什么村庄闹瘟疫，其实很可能与禁区有关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如此平静地过去了几年，人清都在修炼皮书和无目法中度过，也找到了如何遮掩双眼的一环，就是通过眯起眼睛挡住部分眼，连小五都没有注意到。现在就去备一些新鲜的助眼，就此开始晋升重头者。张大哥，你怎么如此消瘦？这几天不知为何，只要睁眼时间一长，就会生出刺痛感。阿青，我去过几家医馆了，可依旧没有什么用处。任清听闻后心头一惊，他发现张屠夫眨眼的频率极快，并且眼球有了微微的突出。张大哥，我帮你看看吧。也许。任清用手指按压眼皮，张屠夫额头顿时生出了细密的冷汗，彪形大汉忍不住哀起来。任清面带疑惑，信息流显示的也没有任何异样。不对，张屠夫明明还有15年的寿元，现在足足少了3年，绝不可能是突生顽疾。毕竟就算眼睛瞎掉，对于寿元的影响也不大，不可能减少这么多。怎么了，阿青？是不是太严重了？没事的，应该是手上沾到斩肉时的血污，导致眼睛生出脏病，好好休息下就行了。百目者销声匿迹了几天，恐怕已经回到了西区，准备解决掉打过交道的张屠户，免得露出马脚。那就好，担惊受怕了这么久，我连吃酒都不香了。任清意识到百目者很可能在暗中观察肉品，便没有继续询问张屠夫，生怕对方起了杀心。任清为了不引起注意，干脆买下了几猪头。任清离开肉铺后，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伯峰的一句话不断在脑海中回荡，忍不住细思极恐。我狗的切口太平整了，根本就不像利器割开的，反倒是像脑袋自己长腿跑。重还本是物，何须再借他人？难不成我陷入了误区？尸体之所以无头，不是因为百目者小心谨慎，而是对方能够让死者脑袋主动脱离身体，都是修行无目法，所以必须除去百目者，否则早晚会找上自己的。任清回到了火宫，他将猪眼挖出后，剩下的猪头肉交给伯峰处理，然后专门去了趟赵书立那儿看消息。任清，你为何会对无头案如此关心？赵大人，你没发现除了西区以外，各区的无头案频发吗？昨天听伯峰说起这案子，我感觉总会轮到西区的，先做做准备吧。你放心，禁足已经插手了无头案，那凶人逃不掉的。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。根据赵书立这里的无头案的卷宗所示，已经初步勘察到信息。根据捕快的走访，死者生前的几日都不约而同地突出眼疾，接着恶化到脑袋剧痛。按照这些修饰的尿性，很可能会用张屠夫来引出百目者。任清与赵书立闲聊几句后，便返回了火宫。还是尽快成就重通，才能从三香城的人海中找到百目者。就让我看看黑暗中的存在到底是什么。熟悉的黑暗笼罩周身，怪声从四面八方只是恐惧而不惧，原来这就是重通者。如何晋升重通者的法门已经找到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哪怕凭借自身的修行，我依旧可以达到半世境。不过谁让我最缺的就是时间呀。是否选择分支重统者，将消耗寿元1年6个月？确认选择重通者。我是第一个。殊不知任清已经被抽干了血液，化为具干瘪的尸体。任清的意识依旧清晰，他不由得生出恐惧，好似处于无穷无尽的虚空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单调的黑暗中多出了一点红光，红光开始延伸，勾勒出一根根的线体，仿佛在凭空作画，最后形成眼睛。原来所谓的半世境，便是要经历由死向生的过程。不过晋升重统者的代价也太大了吧。此时双眼突然渗出鲜血，从血管流向心脏的位置。任清已经停止的心脏开始跳动，并且频率越来越快，带动着五脏六复苏了起来，肌肉也变得饱满，并且更加韧性，皮肤也恢复了光泽，甚至连疤痕都消失不见了。突破半世境不愧被称为推翻，确实是脱胎换骨没错。这便是重统者的能力料敌先机吧。任清，年岁17，寿元7年230日，术无目法，重统者人皮书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只能维持重统2个小时，便会恢复原样。除此之外，
力量、速度都有了不俗的提升，足以媲美野兽。而且这次晋升半世境，寿元才增多4年有余。可惜这具身体经过一次罡亡，只能补救回部分寿元。脑海中代表无木法的那颗内容已经长成了小树苗，代表着神童者的枝叶向上生长。紫色的纹路勾勒出重瞳的图案。当人轻意识触碰到叶片时，简短的信息显现出来。双生魔鬼，阴阳双魂，是否晋升为双生魔鬼，将消耗寿元15年。唉，晋升重瞳者花了1年半，晋升双生年鬼则是15年。以此类推下，下次晋升恐怕要150年了。这还只是一门术法，等术法数量多了以后，几条命都不够花的。好在人轻可以通过自主修炼晋升，算是天无绝人之路。他将树苗取名为异化树。异化树应该也源自于信息流，很可能是术法在泥丸宫的投影。人轻继续查看后，发现其余的枝干同样能获取到信息，分别是无木法的另外2种分支。百目者晋升为百目魔君，吞噬魂魄；独目者晋升为摄魂脑魔，奴役魂魄。无木法的异化路线多少牵扯到魂魄，也不知阴阳双魂有何作用。理论上各个术法侧重点应该不同，如果能找到增加寿元的术法，岂不是掌握了通天的路径？男子去买鱼，结果鱼身上长满了眼睛。不过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消灭那名百目者，此人一天不出，对于我来说就是如鲠在喉。如果百目者异化成了百目魔君，通过无木法追溯到自己，我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，就先不继续晋升人皮术了，至少要搞清楚各个分支代表的异化方向再说。河心街靠近横跨3乡城的大渡河，所以便以此得名。每日的早晚都会有大量人民顺着河流到达河心街的码头，停留在鱼市里摆摊贩卖城西的居民，只要想买水产都会来看，甚至其他城区也会专门乘坐马车慕名前来。码头的鱼市确实是有特别之处。此时已经接近黄昏，鱼市变得门可罗雀。王炳彻可以走了，等下就不好走水道了。王炳全发出莫名的怪笑，他的脑袋比常人大了1圈，并且满脸的青筋。王炳全的摊位上还有条翻白的鲢鱼，而且缺了2边的鱼眼，品相太差，没有卖出去。王炳彻，这鱼卖不出去就回去自己煮汤。嘿嘿，要不卖你？谁要你的破鱼？算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吧。张斗突然想起听闻过的惨事，好似便是关于王炳全。王炳全所在的村落共有5名渔夫，一同捕鱼，轮流卖鱼，相互间有个照应。没想到在几日前，他们在大醉河下网的时候，除了王炳全以外的渔夫全丧命。据说被衙门打捞上来的尸体，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，双眼更是只留下了2个空洞，传闻是由水鬼所害。王炳彻，我把这鱼儿买下，你早些回家吧。3文钱。张斗脸色难看的从怀里掏出钱袋，送瘟神般取出几文钱，数也不数就递给了对方。王炳全熟练的用草绳穿过鱼嘴，然后把整条鲢鱼递了过去。记得煎着吃，鲢鱼肉质嫩滑，鱼眼更是一类。你干什么？你赶忙上船吧，就当花个3文钱买条命。张斗因为对衙役的忌惮，只得吃了这个闷亏，同时心里生出浓浓的疑惑。一条发臭的死鱼，哪用得着衙役来争夺？还有3文钱买条命是什么意思？张斗满头雾水地走到码头，他又朝王炳全的方向望了眼，只见2人一前一后地拐进了小巷。他越想越不对劲，总感觉王炳全怎么看都像是索命的利，连忙扯完就滚。而任清提着鲢鱼显晃悠悠，眼睛不断地观察着弄堂周围。根据他暗中走访无头岸尸体，结果发现部分嘎者的住所靠近水源，借此查到了河心街。这些人的共同点都是生前买了条死鱼，吃下后眼睛便开始发痛，最后化为无头的尸体。其余尸体遭遇的情况却各不相同，说明百目者从未露过脸，一直通过某些手段杀人于无形。任清在弄堂的尽头等待着，附近没有丝毫的光亮，可谓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没有想要嘎他们，他们该嘎该嘎，怎么能怪我？千万不能怪我！死！我是来还你鱼眼的。任清突然察觉到异样，他向手中的鲢鱼，只见鱼身的鳞片逐渐脱落，长出了密密麻麻的人眼，恍惚间鲢鱼变得极为鲜活，就仿佛刚从水里跃出，让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任清的重瞳转动，幻象转瞬即逝。任清伸手捏了下鲢鱼，明显能感觉到里面的异物。撕开鱼腹后，一颗人眼从中掉落。
别杀我，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每日都将眼睛喂给活人，连同村人都没有放过。我没有杀他们，只是把眼睛藏在了鱼腹，他们买下我的鱼就该死。任清将短刀从腰间拔出来，然后挪步而去。王秉权的脑袋已经变得通红，甚至眼珠子大半都凸了出来，但目光却没有移开分毫。百目者的能力是制造幻象，想要借此操纵人心并不难。王秉权明显是对方的傀儡罢了。任清朝墙壁看去，只见墙壁上苍蝇爬动，那脑袋上长着只人眼，用诡异的眼神与任清相互对视。还没等任清游，苍蝇爆炸化为烂泥。男子长手长脚，还能口吐类似于蛛丝的大物。任清赶忙朝着脑袋的方向追上去。以百目者的手段根本不像是刚晋升，总感觉在三香城硬币已久，杀人取眼也并非修炼无目法，或许身受重伤需要救治，或许垂老将死延寿续命。真是如此的话，百目者绝对依靠诡异物才达到办事的。想要让百目者晋升的话，必须吃下百目魔君的诡异物，九死一生不说，哪有这么轻易能找寻到？难道对方制造混乱，在掩饰什么？此时的人头掉到了沟渠，继续向城南的方向而去，速度不快，却极为隐蔽。而任清干脆与人头保持数百米，依靠着重统者的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。城南相较于其他城区更加鱼龙混杂，死去的尸体一大半来自于帮派的拼斗。虽说衙门有过整治，但情况却没有任何的改善，反而愈演愈烈。但这也造就了城南夜间的繁华，几乎每条街都有花楼。官人，你要怜惜我，人家害怕。赌坊更是不在少数，乌烟瘴气，免不了有帮派把守。任清跟着人头前去的地方非常靠近居民区，所以门窗紧闭，倒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。只见人头滚进了间破旧的城隍庙，任清找了片树林者，利用草丛暗中观察。片刻后，有个男子不断地环顾四周，偷偷摸摸地进了破庙。百目者不对，任清的心底隐隐有了猜测，他继续耐心地等待，并且取出猪眼吞入腹中。男子走出了破庙，他用棉麻布将人头包好，抱在怀里，打算向居民区而去。他提着麻布没走几步，却见远处多了个身影。在下和你会路平，敢问是哪路好汉？衙门的，找你问事。大人可是禁足？大人，我可未曾犯事，而且和倪会最近。你手里的是什么？不是我杀的。陆平脸色惨白，浑身一激灵，将人头掉在地上。在任清带来的恐怖威胁中，他顾不上那么多了。皮肤蠕动间，额头多了几只眼睛。任清想起从书铺搜到的无目法，看来并不是凑巧。那名百目者在有意识地散播。百目者控制部分修士为自己收集人念，剩下的都是转移禁足视线的妻子罢了。搞不好百目者从头到尾未曾现身，利用术法就搅动着全城一滩浑水。出现的那些无头案，至少有小半是修炼了无目法的人所为，虚虚实实难以理清。这样一来，哪怕有禁足插手其中，百目者也可以轻易的脱身。你是怎么把人眼交给他的？早知道就不碰那本术法了，搞得深陷其中，现在还被禁足盯上。不知道，我只是每隔3天来此处一趟，然后将人眼放置于窗台上，自会用鸟类叼走的。要是不这么做，身体的异化就会完全失控。看来百目者为了隐藏身份，并没有在三香城布下眼线，那么张屠夫的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。我算是较为收敛的了，那些家伙……话还未说完，他见到任清现身于月光下，立刻闭上了嘴巴，并且表情变得极为难看。本以为是联合你会大人物心生忌惮的禁足，却没想到只是衙役，而且看样子连捕快都不算。什么时候衙役管得这么宽了？不好意思，取你性命一用。任清看了眼手中的短刀，刃口已经卷起，再去碰些坚硬物，恐怕就会折断。这把刀是前身兄长留下的，裁着太普通了，只能找机会换把新的兵器了。那些禁足应该快来了，还是先隐藏起来。2位禁足快速行走而来，其中一位禁足便是在监牢里见过的白姑娘，属于格格不入的正常画风。另一位禁足长手长脚，每步都是数米的距离。2人的目标正是王秉权的人头。长手长脚的禁足张口吐出类似蛛丝的蛋，卷起人头便。唯有白姑娘脸色平淡地看了眼任清所。男子如此老六行为，竟然是为了跟踪一乞丐。等2人离开后，任清才从隐蔽处出来。任清离开了城南，
路上明显能感觉到不太平，恐怕衙门经过几天的调查，开始对那些无木法的修士下手。百目者应该早有预料，他怕是已经凑够了所需的人眼，短时间内会选择避避风头。任清没有急着返回火攻堂，而是径直来到了张屠夫的肉铺。屠夫虽然已经关了店门，但作为住处的里屋还是灯火通明，能够听到里面传来的打呼声。百目者可以利用某种手段，将眼睛放置于昆虫或是动物的身上，借此远程杀人。如此手段明显超过了百目者的能力范畴。同样是无木法的分支，众统者消耗的寿元还多了半年，为何威力会相差这么大？任清开启了重瞳的状态，周围的一切事物映入眼帘。苍蝇被任清踩死后，随即里屋响起张屠夫压制不住的惨叫。任清连忙闯入屋子，只见张屠夫嘴里涌出酸痛的黑水，味道极为刺鼻，并且伴随着腐蚀性。黑水里还夹杂细小的眼珠，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张屠户无力地倒在地上，任清用信息流查看，发现寿元虽然减少了5年，但怪病已经痊愈。把张屠夫安顿好后，任清这才返回了火攻堂。清哥，好在你及时回来，从刚刚开始不断有火攻被派遣出去，这回轮到我们了。难道三香城出现什么大乱了？别想太多，可能是帮派争斗，应该与禁足清剿无木法修士有关。这段时日因为无头案不知嘎了多少人，衙门必定是雷霆手段，先过去再说吧。5人在捕快的引路下来到潭街的一家民房，进门就看到了满地的血肉以及几十只苍蝇，就连小五都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他们开始熟练地收拾起血肉，放在特定的木盒里。不过随着血肉逐渐清理尽，他们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明明就拼凑出一具尸体，可找到的人眼实在太多了，并且皮肤组织上也有数个人眼。小五与李家兄弟忍不住走出屋子，缓解下紧绷的精神。为何差人表情平淡如此，连丝波澜都没有？不过以差人在监牢内的表现，如此淡定也很合理。事实上，任清对于尸体的异样早有预料，他看似在忙碌收尸，脑海里却在整理着关于百目者的信息，总感觉迷雾重重，但又近在咫尺。按照一话术显露的，百目者的能力应该是制造幻象。为何自己遇到的百目者可以距离千百米影响他人，还能用眼珠控制动物昆虫？会不会同时具有多种术法，相互配合下就有强大莫名的效果？而且百目者引起的混乱几乎波及整个三香城，想要不露出马脚，除非是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，那只有衙门了。信息流带来的变化原来不止表面上的金手指，就连任清的分析力也加强了数倍。百目者除了无木法外，至少还会一种术法，但都是通过使用鬼异物掌握的。此人前路无门，只能购货，想要获取鬼使境的无木法鬼异物几乎不可能，只得不停的续命。对于任清来说，百目者是个不小的机缘，甚至能借此在短时间内达到鬼使境。任清的实力面对百目者还是太嫩了，半失境的无木法天赋，人皮书不过刚入门。看来我得谋划神足经了。如果我的双腿经过异化后拥有极强的爆发力，那么只需要重瞳锁定敌人的破绽，就能无往不利。屋内的血肉已经全部处理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个收尸的地。三香城经过禁足的几日，死伤有数百人，但找寻不到百目者也就不了了之。任清在此期间没有闲着，他暗中打探消息，乞丐后的势力随之浮出水面。此帮派名为血狗。大郎，来喝药了。与鱼龙混杂的城南不同，城西除去那些小打小闹的帮派，血狗帮可谓是毋庸置疑的土皇帝。最为鼎盛的时期，血狗帮垄断了城西所有的下三流买卖，甚至明面插足的生意同样不在少数。因为衙门曾经对血狗帮下过死手，规模已经缩水大半，如今的生意都上不了台面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掌握神足经的血狗帮依旧不是我能对抗，必须小心为上。神足经未入门，神足经未入门。这些乞丐确实是接触过神足经，但本身不识字，甚至智力还有缺陷，神足经都还没有入门。神足经才刚刚过去的应该是血狗帮的打手，在附近监管这些乞丐，为了防止生出事端。不过他们的运气稍微好些，双腿没有明显的残疾，甚至比常人还要更加强壮些，可见术法入门有多难了。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不为过，还是先回火攻堂，也许伯峰知道什么。差人回来了呀？回来了。尸体焚烧的怎么样？已经焚烧的差不多了。对了，我看城中那些乞丐为何都有一只腿带有残疾？
而且比正常的腿还要粗几圈。他们都是修炼神族精卫入门所致，而且智力都有缺陷，是血狗帮在外牟利的工具，都是些可怜人。那你可知还有谁修炼了神族精，而且还不是血狗帮的人？这个好像我听说，城西靠近郊外有家武馆，名为陈氏八极腿，其馆主陈永兴年轻时就在血狗帮混过。你先忙，我还有要事出去一趟。差人向我打听神族经的事，莫不是想修炼此法？真死马当活马医，趁着陈永兴外出采购的时候，利用信息流查看一下。陈永兴，年岁39，寿元8年，属神族精鬼，由天蚕道人创出。修炼此法需要在骨骼生长的年幼之时，将双腿连根切掉，困于菜缸中，喂食特定药引，3年不死，可长出神族。神族经后面之所以有个位，说明陈永兴是通过吞噬诡异物的方式掌握的，使得他的实力限制在无人境。从陈永兴此处取得神族经应该是最为稳妥的。接下来以学八极腿的名义进入武馆，在武馆里寻找到纸质的功法，实在不行就图谋陈永兴死后的诡异物。还是先是回火公堂与伯峰交代一下自己要忙几日，顺便找个铁匠锻造武器。伯峰，你知道哪里的铁匠铺好？我之前的短刀坏了，需要一把趁手的武器。差人可以去城北的一处铁匠铺，说是那里的铁匠手艺极好，唯独脾气差些。铁匠名为刘虎，铺子连续传了几代，所以锻造术很是精湛。后面我要忙几日，你帮忙照看一下。好的，差人。接下来几日，任清都去铁匠铺拜，但不凑巧的是，铁匠铺一直闭门不开，只在第4日上门时，才听到了金属碰撞的打铁声，闻到股浓郁的烟气。还是个差爷，你如果要买兵器，可以去那边的墙面看看。不了，我准备了图纸来定制锻造的刀具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世间还有我不会锻造的兵器？留个你自己看看吧。这是什么兵器？大苗刀，因刀深入禾苗，而故名苗刀。以你的身材有些不合适，缩短1尺吧。我年岁才17。现在的衙役都这么莽吗？用如此极端的兵器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除非是捕快，否则是不允许持有利器的。带刀的话，自己小心些。还有刀身净平4尺，所用材料必须掺杂较为坚韧的寒钢，不然容易折断，所以得加钱。够了，7日后来取刀吧。急什么急？你这所谓的大苗刀，我在三乡城没看人用过。那你平日里是怎么练刀的？刀这玩意还需要练吗？你再等我会儿。这种兵器必须得尽快让身体适应，否则用真刀练习时容易伤到自身。此乃铁木，短时间内当兵器用也可以了。不过你这大苗刀确实并非易造，但灵活运用有些难。刘哥，我来试试。任清离开铁匠铺后，就朝着武馆陈氏八极腿的方向走去。你是来拜师的？听闻陈馆主的功夫不错，所以打算跟随着学习一段时日。那好，跟我来就行。为何走路如此别扭？而且双腿如此粗壮，怎么像是经过异化？但是信息流并没有显示术法。我是陈永兴的女儿陈梨花，因为家父身体有恙，只得我出面呢。陈馆主能讲话吗？抱歉，家父如今已经无法自理，如果还想学习八极腿，只得由我师兄代为传授了。这倒没事，几天前我还见过陈永兴，对方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毛病，寿元更是还有7、8年，而且作为5人境，小伤小病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影响。每月3两银钱，3天1堂课，但没事不许走出武馆。可以。你先去找金并师兄吧。任清点了点头，随即被之前那位武馆弟子带到了专门用来练习把式的习武堂，里面都是教前习武的记名弟子。众人裸露的皮肤上多少带点淤青，各自盘腿坐在蒲团上，教导他们的是个面容英俊的青年。站在角落阴影里，2名武馆弟子像是在监视着习武堂的一举一动。在下金并，师弟怎么称呼？任清。任师弟先歇息一会儿，等下我们再开课教导。任清随便找个蒲团坐下，其余的记名弟子警惕地看着他，
不过都没有开口说话。准备一下，可以吃晚食了。金并师兄，选出一人与我们共食。你们自己选吧。金并说完后，面如死灰的走出了西武堂。他与陈梨花一同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任清用余光瞥了一眼，周围所有人坐在蒲团上没有动，但从满脸的汗水能看出内心的不平静。负面的情绪逐渐酝酿着，许久后，皮肤黝黑的男子陷入了崩溃。我不冷死，家里有人还在等我。只要将新来的人袭杀，最后活下来的人必定是自己，撑到衙门发现的可能也是最大的，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，老老实实受死吧。好了。任清刚想发问，有个瘦小的身影凑到他边上，轻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是陈阳街的造吏，叫做蒋介，我在衙门见过你的。大哥，你来武馆时，衙门有没有知道行踪？不知道，不过失踪超过5天，应该就会有人来找寻的。过不了2天，这里的人都得嘎完，哪里等得到衙门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武馆里的记名弟子都是2天内陆续到大慈处的，进来后他们被不由分说的关在了屋内。陈梨花每天会拖走3、4人，都是在饭点时，我偶尔听见外面武馆弟子谈论，他们吃嘎肉，还说嘎肉香甜可口。妖魔横起，修士奉诡异为天道。难道你们没有想过逃出去吗？当然也有尝试过逃出去，但武馆内只有一条走道。我们长时间的不补充水和食物，怎么打得过10几名练家子？而且既然横竖都是嘎，在屋内苟且说不定还能等到救援。任清不动声色地暗自思索，对于他来说，武馆里的弟子连修士都算不上，根本无法构成威胁。现在最为要紧的是怎么稳妥地取得神足经，并且事后把自己摘出去，哪怕暴露术法，最惨不过加入禁足。宋宗武应该能够证明我的术法来历吧。这里有些干粮，先吃着吧。还是小心为上，鬼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。这个金并越看越觉得别扭，而且他的双腿对比之前更为粗大了。任清并不准备食用，干脆闭上了眼睛养神。接下来，金并开始教导起八戒，除了任清听得津津有味，其余人都不感兴趣。趁着空闲多恢复些体力才是最重要的。看起来又有人聚集，这可能已经到了夜市时间了吧？其他人也因为过度疲劳，从而昏睡过去。金师兄，我想要死个明白，临死前看看记录8级腿的秘籍。拿去吧。8级腿由陈永兴创出，分为主次2篇，次篇有36架势，主片则需要药引入门。药引，陈永兴以其腿肉为药引，食用后借助异化，能发挥出远超常人的力气。如此秘籍根本算不上术法，顶多是为配合身体适应诡异物而被创出的另类武功。武馆弟子刚开始修炼8级腿时，对嘎肉的需求不大，以饲养人畜的方式能吃很久，但他们的胃口随之越来越大，怪不得神足经明明与食嘎肉扯不上半点关系，武馆内却乌烟瘴气。金并双眼泛红，任清的举动在他看来无疑是挑衅。差不多该吃夜食了，只能再选出1人了。装出这诚惶诚恐的模样还真像呀。金并师兄，还是我来。金并师兄，多谢这2天的照顾了。不过金并却把充斥着恶意的目光看向任清，正考虑用什么样的理由插手再次对付。拉过，你给我闭嘴，小子，这是你自找，真想尝尝你的嘎肉呀。陈梨花依旧是毫无表情，带着任清向武馆的深处走去。大堂没有烛火照明，显得极为昏暗，但任清通过夜视看到很多不易察觉的细节，比如墙壁上指甲的划痕，地板尸体拖拽的血印，甚至还有几块人骨的残渣。人骨已经风化，至少嘎了有数年的时间。请各位师兄弟等我片刻，如果你接下来能不嘎，便可以加入武馆，与我们一同追寻武道。金并想要出言阻止，却见任清自顾自地走到了陈永兴面前。陈永兴的角度能勉强看到任清半张开的眼睛，转动的重瞳显然与术法息息相关，想要提醒陈梨花，可惜已经说不出话了。陈永兴恐怕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准备后事了。
他主要担心嘎后诡异屋的归属问题。虽然理应被血狗帮收回，但陈永兴更想传给门下弟子，偷偷用自己的腿肉喂食给弟子，想让他们逐渐适应异化。弟子发现药引的真相后，他们也不了解五人境的诡异物，所以做了杀鸡取卵的事情。陈梨花，你们什么时候发现陈永兴的血肉便是药引的？我想应该有几个月了吧，不然要让陈永兴悄无声息地被药物控制，实属有些难。绝不能放过他，唯有吃了他的肉，喝了他。神足经由天蚕道人创出，修炼此法需要在骨骼生长的年幼之时，将双腿连根切掉，混于菜缸中喂食特定药引，3年不死可长出神足。每日服用狼、象、豹的兽血，能够加速修行，但身体会逐渐被侵蚀，从而完全兽化。此时所有的武馆弟子都加入到围剿人亲的行列，他们完全失去了人性，犹如一只只野兽，这便是神足经的弊端。豹族者机敏无声，象族者势大力沉，狼族者步行千里，可消耗30日寿元，豁免代价掌握。本以为消耗的寿元会更多，没想到竟然相同。看来只有半尸境以上的诡异物掌握术法，消耗的寿元才会大幅度增加。人清年岁17，寿元7年227日。术无怒法重瞳人皮书神足经。就先放过你们，此次我也不好过多出手，免得现场遗留的痕迹过多，被那些禁族发现。现在神足经已经通过信息流掌握，这个诡异物就留给你们了。不好，双腿要异化。不过任清凭借着半失境的修为，强行忍耐住了双腿的异化，直接破门而出。此时被任清震晕的武馆弟子逐渐清醒过来，扑向了陈永兴的尸体，仿佛化为了野兽，疯狂的撕咬着。很快尸体就变得面目全非，其中就包括女儿陈梨花。神足经的诡异物也被他们其中的一人吃掉，吃掉诡异物的一人也开始吞噬其他人。他们疯了，快走，否则来不及了。快走，想活还是想死啊？你还在这里发呆？杀了这么多人，我马上前去禀报官府。别忘了陈永兴背后是血狗帮，我们这些小人物得罪不起，甚至有可能玩火自焚。要我说就烂在肚子里吧，想必衙门很快会处理的。对，众人已经被折磨得有些精神衰弱，现在只想返回家中，便各自四散离开。任清表面上着急返回衙，实则悄悄爬进远处的茶楼，在2楼找了个视野开阔的位置，特地盯着武馆。武馆里传来野兽的嘶鸣，附近的几户人家一阵鸡飞狗跳。如此动静下，血狗帮的反应也是极快。这人怕是有2米高吧，并且双腿远超常人的粗壮，异化方向应该是向族者。男子并没有进去，等待片刻后，又来的是女子。女子的身上没有明显的异化痕迹，不过戴着面纱，双腿略显修长，但依旧是正常的范围。难不成并未达到神足经的半世境？能量上升，小魔仙全军。此时从武馆的大门里冲出一头畸形的野兽，它浑身毛发血淋淋的，脸部依稀能看出扭曲的五官。野兽与暴怒团斗到了一起，但瞬息间就分出了生死。竟然已经取得神足经诡异物，那就走吧。不过豹女并没有回答，而是下意识望向任清待的茶楼，不过已经没了人影。没，怎么了？好像有人在暗中观察我们。应该多虑了，毕竟这里是居民区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剩下的就留给衙门的擦屁股。任清哪怕是返回火攻堂许久，依旧心有余悸。没想到血狗帮的暴人女子竟然如同野兽一般，仅靠着本能就差点察觉我的存在。众统者的势力虽然是一窥视，以后绝不能再小瞧了达到半失境的修士。天快亮了，还是先去休息，等会博风他们出来也不好解释。保险起见，还是不要急着晋升神足经，毕竟武馆的事宜还未完全发酵结束。至于异化的方向，象族者、豹族者、狼族者各有优缺，其中象族者需要消耗的寿元最多，达到了1年半，双腿变化太明显。
妖怪，你不要过来，小心我打你哦。这样太容易被看穿了，而且像族者对我来说有些过于笨重了，很难发挥出重统者料敌先机的优势。至于暴族者还是狼族者，从那名暴女身上就能看出，暴族者会是面部生意，大部分乞丐异化都集中于双脚，说明暴族者对身躯的异化比较特殊。任清开始把精力转移到适应异化后的双腿上。晋升半尸境后还增强了消化能力，生食猪眼延寿的话，每日能够延寿8天。可麻烦的是，相应的食量几乎翻了3倍，猪眼完全不够吃了。有了，也许我可以按照前世记忆中的配方烹饪卤煮，通过售卖卤煮的方式，从而大量获取猪眼，也不会有人察觉异样。任清弄好卤煮后，就去了张屠夫那里试。张大哥，我这里有一些卤煮想放在你这里帮我售卖一下，如果生意可以，到时候我就交给你负责。好的，阿青。好吃的卤煮，好吃的卤煮，不好吃不要钱，快来！阿青，你可真有头脑，原本一些卖不出去的下水，现在供不应求，几文钱就能吃碗猪下水，肯定会深受穷苦人家的喜爱，而且对于张大哥算是无本买卖了。确实是这个道理，就是生意有些太好了，现在连城南的苦力都会前来，卤煮不够卖了。要么张大哥你去别的肉铺购买猪下水，这样才可以保证卤煮的供应。有道理啊，但难免会受到同行的嫉妒，到时候寸步难行。张大哥，如果有人上门询问合作的机会，你也别急着拒绝，一锅汤喝不完的。好的，阿青。任清看时机已经成熟，便将心里的想法全盘托出，还告知给张屠夫其中的风险。这么多天了，我的刀应该锻造好了吧？是时候去铁匠铺看看了。这也太不巧了，竟然还在睡觉，还是先去附近找家茶楼消磨时间。这些难不成是河心街的火攻？你听说了吗？衙门调遣了9名火攻去处理瘟疫，竟然只活下来了3人。那这个瘟疫不会蔓延到3乡城吧？希望不会吧。不是还有哪些禁祖大人承担风险吗？城外的瘟疫8成牵扯到禁区，现在也接近傍晚了，是时候去铁匠铺看看。刘哥，这才几日不见，你怎么如此憔悴？无碍，一旦忙碌起来就日夜颠倒，而且锻造的过程本就是不能有所停搁，否则很可能会影响刀剑的品质，马虎不得。刘哥，我的刀锻造好了吗？大苗刀已经锻造完毕，但毕竟是奇门怪刀，使用不易，你等着。还可以吧，这可是耗费了不少心血才锻造出来的。不愧是3乡城有名的铁匠，铸造刀剑已是炉火纯青。要将如此狭长的刀身一体锻造出来，需要耐心的敲打成型，否则近4尺的刃口很可能会生出裂缝，导致埋下隐患。多谢了，就凭入手的重量，也说明绝对真材实料。本来还怕大苗刀过于沉重，没想到你力气着实不小。差不多够用了，单手持刀挥砍可能会有些许影响，但大苗刀是可以双手持刀的，这样一来，大苗刀的重量反而成了助力。天色不早了，我打算返回衙门。刘哥要是有事可以传递信息到潭街的火攻堂。那我继续补教，这单生意实属亏本。星哥，你可知道河心街的那些火攻今日回来了？我亲眼看到了。潭街的火攻与河心街的火攻是住在一处火攻堂的，所以难免小五会有些担忧。对了，他们那3人呢？据说城外的瘟疫很严重，他们回来后就被关在司捕斋了，应该要过段时日放出来。分明是2人才对。任清皱着眉头，刚想反驳，突然察觉到记忆中的火攻变得模糊起来，身影逐渐从3人化为2，其中1人仿佛凭空被抹去了。你问李恒，当时那2位火攻进衙门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了，是2人没错。应该是刚刚记错了吧？总感觉城外的疫情有所猫腻。伯峰一直在捕快那边打听消息，等他回来再说。我见到他了，那怪物就在黑暗里，他看着我笑呢。伯哥，河心街的火攻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探了下捕快的口风，怕是与瘟疫无关。不过既然暂留司捕斋观察，应该是无大碍了。他们没受伤吧？
他没有受伤，就是精神上受到了刺激。小五等人失神了几息，但片刻间又恢复了自然。不知不觉中，言语讨论的火攻数量已经变成1人，就像是有2人从未出现。不对，我记得隐约不只有1人，可仔细回想，确实是没错。之前我们还有讨论过，里面当时你说的是几人？是2人啊，不过我也是别处听来的，总感觉哪里不对。也只有这样了，接下来就该晋升神族经了。狼族者与暴族者的优势各异，暴族者的敏捷能提升速度，但同时全身都会有异化。狼族者的体力应该并非字面理解的意思，恐怕有增强气血的能力，能变相提升力量与速度。而且狼族者随着晋升想必会愈发适合单打独斗吧。信息流给我晋升狼族者。是否选择分支狼族者，将消耗寿元1年。是。好在有惊无险，狼人化只维持在腿部，不会延至全身。术无目法重统者神族经，狼族者人皮书。是否查看神族经的鬼使境晋升方向？能查看。丁祸持狼，包藏祸心，竹山巨象，怪力乱神，无尾争暴，命如草芥。神族经是属于强化身躯，与无目法正好截然相反，可以弥补自身的劣势。我现在双腿都不用狼人化，速度就已暴涨了5成不止。核心阶火攻的幸存者到底是几人？是1人吗？明日还是去司卜斋一趟？博峰，现在司卜斋是什么情况？司卜斋在衙门内处于封闭的状态，里面关押着不少人，衙役没有命令是不允许靠近的，主要是临时关押着犯事等待审理的衙役，又或者像是核心阶的火攻那般临时禁闭。不过我也没有进去过。任清和博峰告别后，就离开了火攻堂，前往了司卜斋。没想到司卜斋外表看上去较为平常，但衙门对此的看管却极为严谨，光是入口处足有4位捕快巡逻，看来只有翻墙进去了。不过这是我疏呀，前世读书的时候没少干。话说这地方真的用于关押衙役的吗？为何有些阴森可怖，一进来就感觉温度低了好几度。别杀我，嘎肉不好吃的。我见到他了，那怪物就在黑暗里，他看着我笑呢。嘎了他，唯有嘎了他。这司卜斋应该是关押的那些因为接触诡异而疯掉的民众吧？捕快可从未由女子任职，其实叫做三香精神病院最为合适。兄弟，不知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没个期限太熬人了，而且城外与瘟疫又没什么关系的。看来是1人没错。难道自己的顾虑是多疑了？任清压低喉咙开口说道：“现在衙门管得严，想要短时间内出去不现实，但有啥需求可以和我说。你是新来司卜斋的吧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。确实是第一次来，应该没有冒犯你吧？当然没有，不过这里到了夜晚实在寒冷，劳烦兄弟多帮我取些棉被，多谢。”任清与他聊了大概10数分钟，几次想要从中套话，但这位年长的火风口风极紧。不过提到关于城外的瘟疫，他的语气免不了充斥着恐惧，甚至变得支支吾吾。没办法了，还是先离开司卜斋吧，至少确定了并未出现什么诡异现象。男子被猪脚嘎后变成了猪脚的样子，想取而代之。到底是几人？我明明记得不止1人呀，不会最后这1人也会被抹去吧？如果造成衙门大规模的嘎伤，很可能会使得三香城无法维持表面上的安定，我也难以独善其身，必须用一个稳妥的方式将司卜斋的事情告知给禁族。好像只有宋宗无靠得住了。从修罗法的描述能侧面看出，修行者必须品行不错。信息流帮我查看一下修罗法。修罗法乃是无名苦行僧创出，修行要求天生双臂残缺，并需经历佛门5大戒律而不堕，修成时长出双臂。无名苦行僧，佛门5大戒律，估计宋宗无就是僧人出身，衙门类似的地方就只有仙佛寺了，还是先去仙佛寺看看。谁人饶我？宋前辈，在下任清，监牢禁区里见过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鬼义务附身，侥幸未死。不错，
人皮书走的是炼皮者的路径，虽然依靠着鬼异物入门潜力有限，但至少恪守本心。好在重瞳这与狼族者的一划都比较隐蔽。宋前辈和新阶的火攻出城到底所为何事？与你无关。宋前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诡异物？就是接触后，相关的记忆就会被篡改，甚至连禁族都无法察觉。宋前辈你，我掌握了谛听术，世间就算有能瞒得过我的谎话，但也绝不是你小子。先去司补斋再说。宋宗吴的话音刚落，任清注意到信息流有了些许变化。宋宗吴年岁86，寿元253年，术修罗法，四臂阎罗，谛听术，六目折玉。谛听术铭刻于地咒禁区的腹部皮下，由无名普习僧取得。修炼此法需要在年60断绝眼耳口鼻身50，悟出第60意识后修成。六目折玉由四目窥焰晋升而成。宋前辈，我就不去了吧。司补斋内的房间足足有上百，既然要确认情况，难道让我一间间找过去？宋前辈，这里是不是某种诡异物的作用，或者禁区？先通知其余禁族，具体还要进去看过。难道这是用作联系的阴间法器？这是血心，共有36颗，一定范围内的持有者都能。不好，来不及了。最后一名火攻的记忆也在模糊。别嘎我，别嘎我！我说你的，和禁区有无关系？是。我们应该都忘了一件事情，恐怕在某处找寻到了禁区，当时派遣禁族与衙役前往处理，但随着他们踏入禁区后，我们相关的记忆统统被抹去了。通常火攻是不会进入禁区，可他们依旧受到了影响，甚至连自身都在悄无声息间消失。宋前辈，那么为何会有火攻返回三乡城？难不成是禁族用来传递消息的？不太清楚，但禁区本身是无法移动的，所以很难影响到相隔甚远的三乡城。衙门里这么多人，可偏偏人情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，绝不是一句机缘巧合能够解释的，必须搞清楚禁区的位置，否则隐患太大。乙丑年己卯月癸丑日壬子时，找到了佐木三。我要查看他魂魄中的记忆，如果出现异样就立刻打断我。不好，禁区要阻止宋中吴读取记忆。你大爷的，那禁区到底掌握着什么样的术法？为何组合在一起如此的诡异？哼，这次应该不能复原了吧？哼！宋宗吴刚苏醒，便将任清震晕了过去，主要是不想让其插手，以免陷入危险的境地。宋老如此兴师动众，结果连个诡异物都没。我好像听到了诡异物。现在三乡城里还有多少禁族？除了东南西北城区坐镇的禁族没动，衙门里一共还有……数量不对。有其人被困在了禁区里，过去了多久？至少1个月。是不是可以准备收尸了？先把禁区附近封锁起来，再找机会将里面核心的诡异物取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衙门的典籍上有没有记载这禁区的名字？没有，但我已经知道构成禁区核心的术法是什么了。消灾法，此禁区名为消灾禁区。当诡异入侵，男子不断被异化侵蚀，最终化为鬼域。消灾法是由无名无姓的修士创出的吧？修炼此法必须是天煞孤星，生而克死父母，凡是亲近之人必定惨死。修成后能抹去自身存在，从而消灾。人先回去吧。我怎么又到这里来了？小子，你醒了。宋前辈好。有没有兴趣加入禁族？我可以做你的引路人。原本还打算狗到鬼使劲的。宋前辈，在下的实力确实有限。你除人皮书以外，应该还掌握了其他术法吧？
可有达到半尸的程度。确实如此，还掌握了重瞳。没想到此子还有如此天赋，在监牢的时候，任清应该刚刚才出入五人境，眼瞳中的变化并不明显，可现在才过去多久，就已经达到了半尸境，难道是体质恰好与术法契合？你这重瞳出自何术法？连宋宗吾都认不出重瞳，说明修炼无目法的人并不多，甚至连重瞳者的异化方向都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也不清楚，机缘巧合得到的无名术法。你的运气不错，术法突破的时候很可能会遭遇结束，其中蕴含着大恐怖。据说是初代术法的开创者无形中的影响，越是境界越高，突破时便越是要小心。怪不得哪怕修炼术法到达小成，用信息流晋升需要消耗的寿元永远是恒定的。原来信息流的作用还有消除境界突破时的劫难，自主修炼与吞诡异物是不是有冲突？举个例子吧，就像依靠人皮书的诡异物掌握术法，那么突破半尸境就必须要包皮者、炼皮者或是木须者任意一种诡异物，而包皮者想要突破则要替死骨魔的诡异物。吞食不同异化路线只有死路一条，表面看似吞食诡异物是条捷径，实则不归路。境界越高的诡异物，灵智就越高，哪怕能完全驾驭，但异化程度却无法控制。这种不可控的异化，甚至会蔓延到全身各处，包括每块血肉以及骨骼，从而导致自主修炼变得寸步难行。因为浑身早已没了术法继续发展的空间了，简单来说就是根基被榨干，你还有余地，今后以重瞳术法为主，至于人皮书就别想着晋升了，哪怕得到相应的诡异物。要是没有人引路，正常情况下修炼术法肯定是怎么嘎都不知道。我平日里用木棍捶打身体，明显能感觉到皮肤变得坚韧起来，这是人皮书的作用吗？每种异化方向的修行法门各有不同，磨练皮肤的话，长此以会往炼皮者逐步靠拢，包皮者则是依靠将自身皮肤剥去后重新生长，畜牧者更加诡奇，据说能将活人化为牲畜。人皮书的异化分支，炼皮者其实更像金钟罩铁布衫，也是最为正常的。看来我得找机会晋升了。因为人皮书的关系，你涉及到身体的术法都无法修炼。第三种术法可以选择与内脏相关的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任清继续追问了很多修行上遇到的问题。宋宗吾也将消灾禁区的大概告诉给了任清。期间，宋宗吾虽然没有再提过加入禁法，但是也多次暗示可以传授他内脏相关的术法。任清在利益的诱惑下恪守本心，坚决拒绝一切术法，但还是被宋宗吾看穿了小心思。哪怕你掌握术法又如何？三香城难道还要倚仗你个小小火攻？那多谢宋前辈了。况且这次消灾禁区本就要调遣衙役，各街道的管事都躲不掉的。放心，只是封锁周围，没有万全的把握是不会进入其中。大概什么时候前去消灾禁区？10天以内，这是耽搁不得。好在对于衙役来说并不算危险，还有你有空去翻翻刀法武功，多少有些用处的。宋前辈，我总感觉功法里好像缺少了什么。你还可以尝试往炼皮者的方向修炼人皮术，虽然无法突破境界，但至少能增强实力。宋前辈，有没有外用的药浴？这样吧，我只说一遍，说完就走。你来记下：山菜2两，红果花半两，金钱木3两。为何宋宗吾要回避内功这个看似寻常的问题？难道涉及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？不对，5楼那个锤嘎的老捕快当时已经寿元将近，如果依旧过火，很有可能是百目者本人。看似弱不禁风的老人，实则身有百目，可以吞噬活人魂魄。但麻烦的是，老捕快似乎与宋宗吾有所联系，像是家眷血亲，还是尽可能的在10天之内增强实力吧。差人回来了呀，张屠夫和血狗帮已经达成合作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已经达成合作了，我现在过去看看。看到那人没有？
那人就是陈堂主口中的人庆吧？是的，这次能够和张屠夫达成合作，主要就是背后之人就是这位仁卿，要不然区张屠夫不同意，嘎了就是。哼！仁卿听见他们的窃窃私语，冷冷地哼了一声，接着径直走向张屠夫。阿青，我已经和柴狗堂的堂主陈奔完成对接了，我的要求都答应了，甚至还额外给了一笔不菲的银钱给你吧。仁卿注意到巷口窜动的人影，好奇道：你与陈奔交谈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我？刚开始商量的结果并不好，后来我是提到了你，陈堂主便答应了下来，应该没事吧？没事，最多会有些小麻烦罢了。看来陈奔是准备试探自己，这头野狗比想象的还要贪婪。如果是2天前的我还会选择避其锋芒，尽量以衙役的身份争取利益，保证朱颜的公营。但现在有宋宗武的这层关系，很多麻烦都迎刃而解了。阿青，千万别冒险，实在不行我们就不做这生意了。不过我们得经手城西所有的猪下水，免不了要雇伙计干活。张大哥记得找信得过的人，我在三乡城这么多年，还是能找出些人选的。任清叮嘱几句后，便准备离去。任清没走多远，就有3、4人朝他快步走。领头的男子穿着一身灰衣，行走的姿势气势惊人，就像每步都暗藏乾坤。不过在任清眼中，男子的神色却有些暗淡，并且气血虚浮，还能闻到补隔夜的浓郁酒气。在下陈奔，任差人，闻名不如见面啊！陈奔抱拳拱手，但目光却止不住地打量任清，身体更是压迫性地向前挤。哼！陈堂主久仰了，任差人，不如换个地方，前去茶楼好好聊聊。陈堂主，改日再说吧。陈奔没有理会任清拒绝的意思，他自来熟地向前拉住任清，想要强行带走。陈奔，年岁31，寿元3年，属神族精鬼。血狗帮果真有不少修士，他们怕是依靠着控制乞丐，收集到了大量的神族精鬼灵物，以至于就连分管街区的堂主都能到达无人境。任差人多有得罪了，改日定当登门赔礼。给陈堂主一句忠告，如果不想垮了身体，就莫要饮酒过度。堂主，这人扫了你的面子，不如……赵吉，你哪来的胆子？衙门里不知深浅的人也敢得罪？堂主息怒，眼看晌午了，不如去吃酒。给陈堂主一句忠告，如果不想垮了身体，就莫要饮酒过度。陈奔这时想到任清说的话，心里顿感烦躁。吃，就知道吃，把谭街东角铺子的房契给屠夫张大嘴送去，就说专门用来存放猪下。什么玩意？东角铺子并非血狗帮的资产，只得由赵吉自己出银钱了。这时，有个头戴斗笠的老人弓着而赵吉感觉到被指责，顿时失去最后的理智。你真是找茬呀！想从成百上千的卷宗里找出线索，确实不易呀。小哉，我来了。男子穿越诡异世界，只需要消耗寿元即可练成神功。这个药浴泡着真爽呀！系统开始升级，10%、50%、100%。本次更新如下：开启杀怪就可以增加寿元，无需触碰即可查看对方信息，其余功能请宿主自行探索。宋前辈，你怎么来了？时间仓促，只找到2本异化方向比较清晰的术法，你从中挑选1本吧。发现术法五脏神残，由五脏庙住持渡存观摩神像悟出，五脏俱全方可修成。随着五脏神修行的深入，五脏六腑会逐渐生出灵智，到达阴差境界，甚至独立于自身以外。鬼母者，五鬼搬运；五灵者，魂分五灵；无头者，双乳为眼。五脏神缺少后续内容，无法消耗寿元掌握。你要修炼五脏神的话，最好朝无头者的方向异化。至于阴差境以后的内容过于邪性，我帮你去掉了。内脏相关的术法不多，而且我都不甚了解。这本五脏神勉强能够修行，但必须谨慎些，
饕餮法，饕餮法铭刻于异兽饕餮的胃部，由酒肉道人取得。修炼此法需要大量进食，直到胃部扩张到6倍有余，便能修成。可让胃部一直处于饱腹状态，加速修行。但修炼者会逐渐无法控制自身食欲。食物者，万物皆食，复位者，复属异位。具位者，胃大如牛，可消耗30日寿元，豁免代价掌握。看来还是饕餮法容易让人接受一些。至于饕餮法，要求非常大的胃部空间，必须得体质异于常人。但以你半失境的修为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多谢宋前辈，那就这本饕餮法了。仁青，以你的瞳术，应该能察觉到细微，帮我去看具尸体。什么尸体？你在5楼见过的，那是我的儿子，名为宋荣。虽然没有得到证实，但那名老捕快很有可能是躲藏在暗处的百目者。此人竟然和宋宗无是父子关系，而且明明已经成功延寿，为何会突然间的升杠？大人，宋荣是前几日过世的，因为他平日里经常闷在屋内，所以直到现在尸体才被察觉到。前几日，具体是哪天？看尸体的腐烂程度，应该是2天前吧。2天前岂不是与司捕斋出事同一时间？也不知有没有关系。老师傅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大。一直怀疑宋荣以活人为祭，借此延寿续命，但找不到丝毫线索。以宋宗吾的准则，在没有确定宋荣杀人延寿前，自然不会出手，导致割头案接连出现。去里屋看看。仁青和宋宗吾一进入里屋，就有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。如果真如我猜测的那般杀人延寿，至少要取得400-500人的性命才足够。宋前辈，尸体有问题，即使尸斑随着时间呈现的色泽有所不同，可应该大差不差。不介意我割开尸体吧？没事。仁青取出随身携带的小刀，在尸斑最为密集的地方划过，皮下的血肉顿时显露，里面的血肉腐烂程度不同，甚至并非是人肉。这是人皮书。看来宋荣定是那位百目者，恐怕通过身披人皮的方式，遮掩了百目者的特征，还将自身的眼珠挖出，然后附在动物或是昆虫身上，借此远程控制。不过宋荣为何会假死逃脱？难不成目的是消灾禁区？任清犹豫片刻，便将关于无目法的信息告知给宋宗吾，着重说明了利用生食人眼延寿这一点。宋宗吾自然联系到此前沸沸扬扬的割头案。仁青，你有没有生食过人眼？宋前辈，我从未吃过人眼，也没有此类想法。那就好，千万别误入歧途了。仁青既然能够恪守本心，说明心性确实不错，天赋、运道、心性皆是极佳，将来绝对有机会突破阴差境。宋宗吾不再多想，准备动身前去找寻宋荣。你这几天好好修炼饕餮法，有什么需求的资源可以找我。多谢宋青。仁青则暂留在屋，想要从内屋找到些百目者留下的线，可惜毫无收。接下来几日，仁青都在感悟饕餮法。是否消耗30日寿元，豁免代价掌握复位者？是。寿元6年311日。仁青掌握复位者后，在胃旁多了个拳头大小的印，内部有一立方的孔。至于一嘴的位置，仁青选择长在右手的手心，这样一来，拿取东西将极为方便。腹中求劳，复位为劳。山丘之灵，体纳万物，口吐幽泉，融魂蚀骨，可消耗1年半寿元，豁免代价掌。这里的世界，修行者修行功法都得付出代价，而我可以豁免代价掌握。还是先不继续晋升了，才掌握了复位者，继续晋升在宋宗吾那里也不好解释。差人该出发前往消灾了。知道了。在仁青修行这几天，由禁足先行前往消灾禁区，衙役隔一天再出发。每个街道要选2名衙役前往，仁青选择带上了小我。李家兄弟体型壮硕，并不适合。国风坐镇处理杂物，而朱定这是找赵书立要过来了。出发。仁青等人结伴走出了3乡城。仁青从怀中取张简易的地图看了看，先出发再说吧。我们尽量在夜晚到达平顶山，那里有个能落脚的村子。你可要看好地图，千万莫要走丢了。不会错。青哥，要连续行路，你身体不要紧吧？哪有什么事，
况且顺利的话，2天就能到达。队伍逐渐远离三香城。任差人，前方有具尸体。这应该是山匪的尸体，被官兵追捕到此处。差人，不是说尸体都焚烧干净了吗？官兵是不会处理零星尸体，否则容易引起连绵不断的山火。任清用脚将拨开，注意到尸体背面留有大片的焦黑，他下意识顺着尸体血迹的方向看去，只见漆黑的山林中，隐约能发现几双血红色的影子。这是要成精了吧？尸体恐怕是山狼从山林里叼来的，他们利用尸体诱捕猎物，可见其聪明程度，必须把他们赶走才行。任清暗中施展神毒经，一股恐怖的气息散发出来，小五本人无法察觉到，但这些野兽却不同。继续出发，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平顶山村。众人继续深入山林行路，待到夕阳落下时，远望已经能够模糊地看到平顶山村。先等一下。说好的体虚呢？哼！怎么了，差人？没事，可能是那些村民突然有什么事情，说不定片刻就会返回村子。况且总比露宿深山要好些。终于到村子了。李全，你在家吗？任清站在村口，用瞳瞳不断探查环境，很快就找到脚印聚集地。怎么了，清哥？没事的，我随处逛逛，然后找间屋子临时住一晚。任差人，为何村子里没了人影？你们别自己吓自己，可能是因为及时暂时离开了吧。这应该是宋荣控制的苍蝇，他的目标果然是消灾禁区，并且出发的时间比禁族还要提前数日，说不定已经找到了禁区。但是他为何冒着被禁族发现的风险，返回平顶山村控制村民？前来的路上，重瞳并没有察觉到带眼珠的昆虫动物，说明宋荣也不敢肆意妄为的布下眼线，想来也绝不会轻易现身。我只需防止野兽袭击，想必还是很安全的。差人，村里的房屋都空置了，甚至其中的桌上还摆放着饭菜。既然毫无打斗的痕迹，说明村民是主动离开的。我先安排守夜，这样大家也能休息一下。我和小五注定一组，你们2人一组，每组守夜2个时辰左右，这样也能集中精力。切记，哪怕解手也不要远离屋子，山里可能会有野兽出没。这里的世界，修行者修行功法都得付出代价，而我今日将强势瞬杀备受。清哥，你还是去休息一会儿吧，有我和朱定看着就行。哪能休息？非常情况不能有半点松懈。如果我是宋荣，前去消灾禁区会什么原因？宋末的修为必须通过相同异化路线的诡异物才能晋升，难不成消灾禁区里有百目者与包皮者的鬼使劲诡异物？不可能，消灾禁区根本没有表现出类似的能力，除非宋荣还有第3种术法，宋荣能够远程控制动物。其实消灾禁区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能力，可以相隔甚远的控制火攻，两者应该是相同的异化路径。看来消灾禁区确实有宋荣想要的鬼使劲诡异物，幸好自己拥有系统。由此可见，吞噬诡异物掌握术法的弊端太大了，否则宋荣哪能被困在区区半世境？任凭宋荣机关算尽，进了消灾禁区照样的生死看天命。亚雪，怎么这么冷呀？可能在山上气温低吧。你先睡着，我出去上个厕所。现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，千万别走得太远。知道了，我去就回。
息宿主沙嘎树枝山狼寿元加4天，沙嘎备受寿元加41天，剩余寿元7年。这么多狼血留着也是浪费，还是收集起来也能加速修行。狼眼只能忍痛放弃，毕竟蛙眼的尸体太过明显，可能会被宋荣察觉到异样，而且衣柜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存放了。任清开始用一嘴收集狼血。青哥，你回来了呀？我们正准备去找你和王文。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赶快进屋帮王文包扎一下伤口，草药我包过你用。小五接过王文的身体后，回到屋里就开始给王文包扎伤口。终于处理好了。青哥，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王文被山狼群叼走，所以我把他救了出来，还顺带着杀了几只山狼。怎么会有山狼？任差人身上的衣服确实沾染了血迹，难道真是如此？开玩笑的，其实王文晕倒在茅草屋外，应该是磕倒了脑袋。原来是这样呀！在场的只有小五相信了。我怎么在这里？你醒了，王哥，多亏青哥及时把你救回来的，否则你就被野兽拖走了。对了，王哥，你为何会突然晕倒过去？王文张了张嘴巴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这个人青在如此漆黑的环境下，轻而易举地斩杀山狼群，恐怕很快也会成为禁族的一员。王文看了看任清，便双手环抱着闭目养神，自然不敢去打搅。那头古怪的背兽多长了一颗眼珠，明显是被宋荣的术法附体了。不过既然没有发现宋荣的踪迹，可能对方并非刻意指挥山狼群袭杀，而是无差别的攻击。难不成宋荣想要将水搅浑，借此进入消灾禁区？这里的世界，修行者修行功法都得付出代价。今日我着了消灾禁区的道。众人收拾完包裹后，连忙继续上路。他们见到远处的山林里有着大量未干透的血迹，心里更加认定任清的深藏不露。野兽嘶鸣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偶尔还能看到几具残破的野兽尸体，也不知与宋荣有没有关系。在众人的提心吊胆下，他们来到了地图上集合的目的地。血腥的跳动速度加快了不少，看了其余血腥的持有者就在附近了。我们还是在营地等一下吧，说不定洞内有什么危险。好的，任差人。任清能听到溶洞深处的细微动静，似乎是开凿岩石发出。宋宗武等人应该就在里面。话说挖矿和封锁禁区有什么关系？朱定和小五你们两个去收集木材以及搭建帐篷，王文和国庆你们俩去附近狩猎野兽。好的，任差人。在下是衙役任清，特来与各位禁族大人报告。莫非宋宗武不在里面？嘿嘿嘿，来得真快，别在意。挖了几天的石头实在有些无趣，所以来送送筋骨。任清见宋宗武出来，就把关于宋荣的消息告诉了宋宗武。花费大半天的功夫，临时营地在众人的布置下逐渐完善起来。任差人，不如明天去山上找寻水源吧。具体等禁族大人返回营地再说。任清，这片营地由你来管理，明日开始派遣衙役进出溶洞运送沙土。本以为来禁区会涉及什么危险，却没想到竟然真的是协助禁族挖矿。任清与我们走一趟吧，主要是将可通行的区域划分出来。宋宗武为了这事特地把我叫上，难不成顺便要去禁区附近？禁区就在这座驼峰山里。木易看了看任清，宋老，任清接触过术法，虽达不到禁族的层次，但了解相关的信息也无事。前辈，在下偶然间接触过，但仅仅是刚入门。能被宋宗武如此看重，说明对方具有出色的天赋，或许不久后便能加入禁族。木易，你出手吧，我检查下禁区有无变化。好的，宋老。
宋前辈，我们已经到禁区外围了吗？远远没有，真实的消灾禁区的面积可能只有封锁范围的1/10，甚至1%。不管植物还是雾气，都只是我们暂时封锁的手段。真要靠近禁区，眨眼间就会陷入其中。两人又带任清前进了几米，任清下意识转动重头，随即脑袋深处刺痛，2天来的记忆竟然开始变得模糊，随即目不转睛地盯着浓雾，神情因此呆滞起来。任清，任清，醒醒，醒醒！此时的任清置身于浓雾，视野缓缓深入驼峰山里，恍惚间魂魄好像脱离了身躯。任清殊不知机缘巧合下，借用到了重统者异化后双生魔鬼的些许能力。男子魂重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任清发现周围场景巨变，竟然来到破旧的地方，附近长着各类奇形怪状的草木，甚至连他都成了棵树苗。任清所画的树苗枝头长满了树叶，叶片上都有重瞳的花纹，时不时还会眨动。他意识到可能是重瞳的关系，意外地陷入了消灾禁区。这是呢？莫不是我进入了消灾禁区？之前听宋宗吾说过，鬼使境以上的禁区，因为蕴含的诡异物各有不同，表现的形式千奇百怪，但怎么会如此莫名？任清没有急着脱身，反而肆无忌惮地环顾四周，这里更像是药园，尽头被云海雷霆包围。可惜哪怕用力伸展枝干，他的视野依旧受限，只能看到药园里的大致情况。此时一位采药人正迈步走来，在任清的眼中，采药人的身高犹如1000丈，外表似乎有腐烂恶臭的淤泥，五官皆是空洞，他每步都有泥水落下，草药吸收泥水生长，枝头随即长出印着扭曲人脸的果实。采药人将成熟的果实拔出，放到背后的箩筐里，草药没了果实后快速干瘪，片刻间就重新化为种子。那种子好像本身是有根茎的，连接着一具血肉腐烂的尸体，尸体恐怕是便是诡异物，在禁区内形成了古怪的循环。至于为何禁区呈现出药园的样式，可能和附体火攻的术法有关，甚至核心诡异物都不一定是消灾粉。采药人注意到药园里多了棵草药，便迈步向任清而来，不过还没靠近，草药就已经消失不见。好险，幸好能够回来。任清，你怎么会突然间魂魄离体？哪怕只有一息，也足够吓人了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感觉刚刚发生的事有点模糊了，就像是大梦一场。只是依稀记得自己好似化为了棵树苗。任何鬼使境以上的禁区都难以揣测。我曾经听闻一名禁族前辈谈论过，他进入阴差境的禁区后，发现周遭都是血肉，并且四通八达，时不时会刮来飓风。没想到禁区形成了具非生非死的巨型尸体，它其实处于是体复杂的经络内。我们先离开再说，有2种术法的封锁，暂时不必担心有人会闯入禁区。木易回到营地后，并没有进入军帐内歇息，而是双脚长出大量根茎，钻进土里，皮肤化为了草木。我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禁足在衙门时还会遮掩术法，可离开3香城后简直肆无忌惮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城外毕竟较为危险，如果有一隐藏实力，等真的遇到紧急情况，恐怕会反应不及。任清，你跟我来吧。宋宗武他们挖这个山洞是为了什么？而且那地图上预计的工程量看来，禁足足足要挖掉10之23的山体，形成复杂的隧道。任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宋前辈，你们打算毁掉整座山？只有禁区附近的山体，让岩石坍塌，将禁区埋入地底，而且这还只是刚开始的步骤。想要对付禁区有些难度太高，
禁足嘎在里面也会导致局势彻底失控，所以宋宗武他们只有退而求其次，将麻烦变得小一些。因为宋荣的关系，接下来会分出禁足留在营地里警戒，所以进度会有所降低。明天我们衙役会加入溶洞的开凿，不过怎么了？我怀疑其余几部衙役遭遇兽群的袭杀，早已嘎伤大半，人手可能会不够。我让禁足前去山林里支援衙役了，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等到这边的情况稳定后，很快会有新的衙役前来，而且是由禁足带队。任清知道，对于禁足来说，衙役的嘎伤不在考虑的范围，只能答应了下来，随即便回到军帐里歇息。男子魂冲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任清这几天就处理一些事务，有时也会去山洞里。期间新来了一些衙役加入挖矿，李耀阳也带了一批囚犯过来。咦，那几位身体残缺的囚犯似乎修炼过术法，他们的左臂统统像是骨头被抽走般无力。系统，帮我查看一下他们修炼的什么术法？蛇退法，由木蛇道人创出，修炼此法需要自小浸泡在特定药水中，使得浑身柔弱无骨，才能得以修成。我记得三乡城东区有一个蛇灵榜，说不定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，还是先探查一下这些人的信息，说不定宋荣会乘机混入其中。任清一一查看了这些人的信息，发现和宋荣并无关系，还是先回营地看看。木仪竟然不在，现在岂不是仅剩的机会了？他摇了摇头，朝木屋走去。突然余光发现有个身影晃晃悠悠挪向溶洞。男子剧烈的咳嗽，血液顺着男子的嘴角滴落，对方丝毫不在意的擦了擦，可表情因为疼痛扭曲起来。随着他的脉，一根血淋淋的舌头从手中掉下。凡是反常必有妖。可还没等他临近男子，对方变成了四肢着地爬行的姿势，脊椎不断响起断裂声。男子张了张汉口型，明显是在求救。随即他撞在地上不再动弹，只有手脚时不时还会抽搐，大滩的鲜血流了出来，一只只眼睛从血液中生出，能够感觉到极为纯粹的鲜血炸开，血雾将空地笼罩，还蔓延到溶洞口，无数眼睛在雾气里若隐若现。周围人见此纷纷退开，但依旧还是晚了半步，有几人被鲜血淋到身体，顿时被卷进其中。这分明是半失禁诡异物形成的禁区，诡异物很可能来自百目者，可男子明显不是宋荣假扮，神智又较为清晰，并非术法影响。对方是用什么手段将诡异物送来的？不过是半失禁禁区，如今溶洞内可是有着4名禁足，恐怕最多只能拖延片刻。果不其然，几股气势从百目禁区内爆发开来。新生的诡异物都还未滋生出灵智，哪有与禁足周旋的资本？过不了多久便会有崩溃的趋势。而且百目者的诡异物继承了制造幻象的能力，可面对掌握地听术的宋宗武恐怕难以奉效。宋荣恐怕是强行剥离百目者的全部眼珠，绝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这是准备孤注一掷。随即任清转头看向远处的山林，野兽成群结队的向驼峰山而来，目标正是消灾禁区。但随即铺天盖地的古丛从树木草丛迎了上去，兽潮艰难前行，只有部分冲进驼峰山。任清沉思片刻，他已经猜到宋荣的手段了。我用重瞳找到对方应该并不难，在我看来，宋荣这已经陷入尬局，必败无疑。但宋荣身上蕴含的术法对我却是个不小的机缘，我还是赶紧动身，等禁足脱困就不好捡便宜了。随着大量古人的丧命，李耀阳表情变得有些不耐。可笑，驱使些寻常野兽就以为能闯到禁区里，哪来的胆子？李耀阳所在的驼峰山洞穴内，身旁是10几个瓶瓶罐罐，都装着数量繁多的蛊虫。李耀阳将鲜血滴入装有蛊虫的土罐内，里面响起争先恐后吞食的声音。几息后，10几只类似马蜂的蛊虫破罐而出，展开翅膀飞入了茂密的山林。男子魂冲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木姑娘，还有个修士没有解决，你去控制住他的尸体，以免死后产生新的禁区。我这就去。
这群野兽竟然已经冲到消灾禁区的1000米范围内。脚上木易依次检查了下野兽，结果竟然皆是较为寻常，甚至连施法的痕迹都细微不可察。那修士难不成根本没有进入山内？木易闭上眼睛，接受植被的反馈，无数杂乱的记忆涌入脑海，他尽量从中找到有用的信息。就在10数分钟前，有一头体型壮硕的老狼爬上布满悬崖峭壁的后山，朝消灾禁区的侧面摸去。不过老狼已经冰嘎，应该坚持不了多久。木易伸手让鸟飞过来，他的嘴里发出阵阵鸣叫，似乎在与鸟交流着什么。不管这头老狼是不是修士假扮，都必须得阻拦下来。要是因此影响到消灾禁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禁区被术法无差别的包围，哪怕鬼使劲想要短时间内突破，恐怕都并非易事。老狼无力地倒在地上，只有从起伏的腹部才能依稀看出他还未完全嘎去。此时一颗干瘪的头颅从缝隙里钻出，皮下看不出丝毫血肉，像是具白骨骷髅。鬼使，鬼使，鬼使！老人低头贪婪地撕咬并吞噬着老狼的血肉，四肢逐渐长了出来，但皱纹却如同沟壑遍布全身，气息更是宛如随时都要断绝。片刻后，恶狼只剩下了腹骨架。还有15日的寿元。正当老人要剥离人皮时，破空声响起。虽然没有击中老人，但生性谨慎的老人依旧停下了动作，人皮重新与身体融合，连丝毫伤痕都未留下。是神。在下认清，已经是第2次见面了。这是之前5楼借阅《草堂游记》的衙役。你这眼睛有些意思，是无目法吗？我一直觉得无目法是有第3种异化路线的，没想到竟然在你身上看到了。要是我的百目未曾剥离，我肯定会对你的眼睛感兴趣。任清只感觉背脊发凉，但随即恢复了镇定。重要吗？确实不重要。宋荣试探地退了一步，任清立刻跟进。既然你不急着出手，应该想要问我什么吧？世间有无延寿的法门？当然有了，但都要付出代价。生食人眼只是最为寻常的手段，有些甚至连我都不忍直视。禁足赶来大概还有100息左右，难道你不想知道？生食人眼还是算了，明显延寿的上限不高。驼峰山内的禁足正在不断搜寻着宋荣，如果无法尽快得到想要的结果，那么只得作罢。太有趣了。宋荣挥动左手，手臂的血肉宛如花蕊般绽放，眨眼间组成只样貌畸形的兽首，朝人清张牙咧嘴。男子魂穿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不愿说就算了。原来人清你与我是同样的人。你对于寿元，对于长生也有极重的执念，不过你的运气比我好，至少没有被诡异误断了修行路。老人目光幽深地看向天空。我运道太差了，不可能走到最后的。或是嘎在消灾禁区里，或是嘎在晋升的过程中。像宋荣这样的狠人，在正常的修仙环境里，足以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就。可偏偏此方世界诡异当道，活着本就不易。人清，真正的延寿法在极北。宋荣没有发声，而是用口型重复了几遍死人经，目光中蕴含着极为炙热的渴求。他见到任清已经记住后，随即大笑着闭上了眼睛。宋荣没有丝毫的不甘，明明追求长生不死，
却对死亡有着远超常人的豁达，仿佛死在此处已是心满意足。别急着伤人性命，否则会形成新的禁区。两人无视了任清，直奔宋荣，打算先将对方控制住再说，以免影响消灾禁区。但宋荣早已心存死意，就在禁足现身的时候，生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。紧接着，宋荣的皮肤竟然开始沸腾，化为一张张扭曲的人脸，使得周遭的草木迅速枯萎。这心跳声应该属于他另一种术法的诡异化，如此术法难道与五脏神般作用于内脏？嘎的太干脆了吧！要是在此地化为禁区，消灾禁区借此吞噬两种诡异物，面积会变得非常夸张的。此人寿元枯竭，早已心存死志。这时消灾禁区似乎察觉到了诡异，整座驼峰山愈演愈烈的震动着，并且伴随着裂缝蔓延。真是浪费！随着宋荣被石化，两种即将形成的诡异物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，驼峰山的震动也戛然而止。好在驼峰山有禁足驻守，否则就算宋荣没有成事，也会造成不小的麻烦。李耀阳朝任清微微点头：“你是火攻，看你身手不错，为何不是禁足？”任清天资非凡，自有宋老做他的引路人。既然消灾禁区生出异动，我去查看下情况。木姑娘，你留在此处等宋老吧。我已经用千因术知会过了，他们还在处理营地的诡异物。这具尸体现在算生算死？死了。李耀阳的蚊虫能够暂且封印诡异物，不过等到返回衙门后还要重新处理。系统帮我探查一下宋荣所修术法。人皮书已掌握，无法消耗寿元掌握。众魔经铭刻于天魔碑上，修炼此法要将血液化为魔种，需要20日内消耗常人10倍的血量才能修成。这种魔经每天要流失1半的血液，就算造血功能跟得上，持续不断的失血也会导致器官的衰竭，甚至死亡。并且魔种到底有没有副作用还另说。男子魂冲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还是先不忙晋升，至少要在禁足那旁悄测及知小种魔经的异化方向。如果得不偿失，还不如就此放弃。宋宗吾的表情略显复杂，凝视着宋荣的尸体许久，随后念诵起了往生咒。我雷个斗！宋宗吾的心境竟然有所突破，而修罗法本就与佛门相关，心境应该与修为息息相关。先离开再说，营地里的烂摊子等你去收拾呢。宋老，你知道死人经吗？难道是死人禁区？何为死人禁区？事关死人禁区的术法早已无人掌握，不过据说跨越3乡城北的10万群山，有片望不到尽头的禁区，名为死人。死人禁区可能是阳神境。任清见死人经涉及到延寿长生，有些按耐不住心头的悸动，但得知死人禁区可能是阳神境，便默默地闭上了嘴巴。等任清回到营地后，发现营地比想象的还要乱，主要因为百目禁区的形成，导致大部分囚犯被卷了进去。哪怕百目禁区只是出城，死的人不多，但依旧引起了囚犯们的慌乱。这些囚犯的情况像是得了幽闭恐惧症，现在再让他们进入溶洞内，怕是浑身瘫软，想要挖矿显然不现实。麻烦的是消灾禁区正在下沉，如果10天内不能完成开凿，溶洞便会率先坍塌。那能用蛊虫吗？李耀阳的蛊虫附体只要半日，这些囚犯都得立即而亡。况且挖掘需要收尾，必须更加小心。要不然尝试治疗幽闭恐惧症。想什么呢？尽快安排衙役把囚犯看管起来，
然后你跟着我们进洞挖掘。接下来几日都往返矿洞挖矿，囚犯也被安排到一个地方由衙役统一看管。没想到人皮书竟然在被动式的修炼下触及了突破的奇迹，而且现在想要压制晋升也难以做到，必须趁着现在夜深去外面找地方晋升。我平日里修行都是靠系统晋升，并没有突破经验，竟然是炼皮，也许用这瓶毒粉能起到不一样的效果。任清将衣服脱下，然后用粉末狠狠地在皮肤表面摩擦，一股火辣辣的痛感传递开来，毒性逐渐渗入骨髓，皮肤有些地方都呈现深红色。突然感觉血液快速流动起来，一股无端的恐惧涌上心头。此时皮肤如同粘液般流动起来，显得极为莫名诡异，耳边甚至响起了呢喃细语。任清开始观想起无木法，呢喃声变成了凄惨的尖叫。重重术法的气息直接镇压了诡异化的人皮，只有诡异才能对抗诡异，人皮的意识才被彻底磨灭，也代表着炼皮者已经晋升完成。男子混成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人清，年岁17，寿元7年，术无木法，重统者，神族经，狼族者，人皮书，炼皮者，饕餮法，复位者，替死鬼皮，纳伤不死，五谷血魔，血肉无形，人面兽妖，容皮化兽。系统没有显示有何异样，说明术法自主晋升是可行的，就是免不了要面临风险。如今也快天亮了，还是先回去，免得引人误会。任清，你一大早去哪了？刚刚闲暇无事去狩猎罢了。再坚持几天吧，山体的开凿还算是蛮顺利的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。怎么感觉多了些变化？难不成和人皮书有关，或者是饕餮法突破半尸境了？还是等挖掘完毕后，将鬼使境的一些利弊告知给任清？这莫不是要他了吧？任清几人狼狈不堪的从溶洞回眼望去，整座山都在震动。走，跟着我前去相邻的山峰，亲眼看着禁区下线才能放心。先走一步了。虚实灵你，老黄，你就在我屁股后面吃亏了。呸！鸭血这么快呀？因为地震的动静太大，包围禁区的术法已经尽数失效。现在消灾禁区暴露了出来，可惜禁区被乌云笼罩，只能隐约发现周遭山土呈现灰白状，草木皆是枯萎。鬼使境的禁区哪怕长眠地底，依旧能造成影响。宋宗武表情凝重，禁族面对鬼使境以上的禁区，能做的便是根据周围环境进行封锁。毕竟禁族生死很可能会导致局势不可控的恶化。光是山体的线，恐怕不保险吧？确实不保险。宋宗武闭目养神，似乎在思索其中的处理方式。为何我脑海中竟然生出股莫名的熟悉感，仿佛曾经接触过些零碎的记忆涌上了心头，却抓不到任何眉目。佛峰山的塌陷正是拉开序幕，山腰有条裂缝逐渐蔓延，顶端的大量碎石朝禁区刚好破碎，佛峰山竟然出现了微微起如此状况至少说明趋势没错，大半个月的挖掘没有白费功夫。一只上百米的手臂从碎石里钻了出来，手臂试图让消灾禁区重见天日，不断挡开碎石。由此可见，鬼使境的禁区确实灵智极高，恐怕已经意识到了禁族的手段。李耀阳，
加快进程。黎耀阳挥手间，密密麻麻的蛊虫从山林间钻进溶洞，他们啃食着关键处的石，使得坍塌欲演烂泥手臂无法被阻止，口声蕴含着不甘的怒意。之前好像我的魂魄进入了消灾禁区，手臂应该就是那位采药人所化，药园仿佛是囚禁的牢房。就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双山峰只剩下了一个消灾禁区，变成了个略高些的红光，已经看不出消灾禁区的痕迹，但依旧能感受到地底传来的吼声。接下来此片区域会被消灾禁区所影响，生出些莫名的变化。我会联络水葫芦，先休息几日吧。水葫芦，我去补充蛊虫了，这次死伤实在太多了。老人为了装逼，竟然穿越火焰龙卷风，脚踏毛驴而来。任清，你是不是术法突破了？任清身上生出了细密的冷汗，心脏狂跳的同时，大脑思索起要如何解释。没想到你的饕餮法已经晋升半尸境，恐怕鬼使境的瓶颈对你来说只是时间问题。确实如此，饕餮法水到渠成的突破了。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的路径？晋升鬼使境吧。其实达到鬼使境以后，修士的异化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控制，就像是开枝散叶的大树。为何宋宗无会以术来形容鬼使境的术法？难道是脑海中的异化术？半尸境的异化方向只是选择走的主路，鬼使境会面临着数不清的岔路。异化方向已经随着晋升半尸境而确定了。鬼使境主要是经历3次蜕变，所谓的蜕变又被称之为鬼变，是彻底脱去凡胎，证得大道的必经过程。宋宗无这样六目六臂的妖魔修士，提什么大道就很没有说服力呀。任清，你可有加入禁族的想法？宋前辈，我想询问下关于禁族的利弊。别看禁族所属衙门，实则却互不相干。虽说禁族遭遇的危险更多，但都是确认不会伤及性命，内部也较为松散，能够便捷地获取资源。怎么感觉禁族的待遇和想象中有些不同啊？禁族还掌握数量不少的诡异物，所以依赖吞食诡异物晋升的修士，才会削尖了脑袋想进来。这个感觉不错呀，到时候可以挑出不少适合自己的术法。对于你来说，禁族拥有更为稀有的资源，比如说用效果更好的兽眼辅助修行。宋宗武点到即止，没有要求任清必须得加入禁族。宋前辈，那如何才能加入禁族？每年的名额都不多，并且要与其余城镇分配，具体得等回到三乡城询问衙门。两人又聊了许久，任清借机请教关于众魔经的信息。宋宗无是有听过此术法，以这2种异化方向都涉及血液，除了借助血液控制他人心神的控心者，还有赋予血液灵智，从而唤出傀儡的血影者。任清见到天色已晚，便准备去营地歇息。水葫芦此人性格喜怒无常，等他临近此处时，我会用血心召集你们。宋前辈你放心。任清在平静的闭关修行中过去了数日，直到怀里的血心跳动速度猛地加快。看来水葫芦到了，消灾禁区也即将收尾了。把你们叫来是因为水葫芦的心性过于古怪，落单可能会遭遇危险。这次消灾禁区位置涉及山地，本就要由水葫芦来此，小心为上即可。我见识过水葫芦的手段，绝不是什么善人。我们查看下情况再说。众人迈步进入消灾禁区，没想到原本的荒芜之地，竟然在短短几日内长满了的灰色杂草，空气中还弥漫着浓郁的恶臭味。什么鬼东西？禁区的影响仅限于周遭的区域，诡异化的生灵是无法离开的。药园里应该不只是2棵草药，为何如今对应的数量却出现了变化？既然并无大碍，那么我们退出去吧。应该不需要我了吧？讲道理由水葫芦出手，根本……水葫芦来了。
预见未来，为何不拜？宋道爷，别来无恙啊！水道长，此地便交给你了，快走。水葫芦道人眯着眼睛扫过众人，最后停留在徐世林的身上，表情变得耐人寻味起来。哈哈哈哈！葫芦里喷涌出大量的水汽，如同海浪般朝众人压了过来，直接将整片区域包围。徐世林的术法应该与水葫芦道人类似，使得对方生出了念想。佐木啊，实力！水雾被分成两半，众人也借此逃到消灾禁区外，雾气翻腾。紧接着下起倾盆大雨，使得空气中的温度变得更加炙热，宛如人间地狱。大概过去1个多时辰后，消灾禁区附近的10几里化为沼泽，那些异化的动物也没了踪迹。男子混成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我去与他打个招呼。房子外，土地接下来就看你们俩了，尽快完成便返回三香城。毒液从房子的中喷涌而出，落在沼泽里。土地吞下解毒用的药丸，然后身子钻入了地，开始搅动100米内的沼，毒素逐渐融入。哼！整片沼泽化为剧毒，足足消耗了5天。这还是有土地配合的情况下，否则个把月都不一定够。他们又投入了数以百计的兽尸，使得哪怕鬼使劲都无法长期待在毒气弥漫的消灾禁区。走吧，先回营地。那些囚犯怎么不见了？宋宗武表情阴沉地打量了一圈，看来确实是水葫芦所为。宋老驼峰山的12颗诡异草药是怎么回事？那12颗诡异草药是受到消灾禁区影响长出来的，几乎每个被封锁的禁区，周遭生态都会改变。代表的是消灾禁区内蕴含的12种诡异物，从草药的外表能看出诡异物的特征。为何我总感觉少了颗？真正的数量应该是13，而非12。出发回三香城吧，衙役在前，禁足殿后。队伍从早到晚行进了一天，天色渐晚便找出空地驻扎歇息。禁足们选择分布在附近，各自修行，不打搅他人。这个天怎么这么冷呀？怎么了？人差人没事，就是有些发冷。如今已经临近夏季，4月中旬怎么会寒冷？可能是山风吹拂的关系，以至于使人通体生寒。任清一时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。你们多生一些篝火吧，这样会好一些。好的，人差人。反正有宋宗武等人在，也不用担心危险。任清全身心地投入到观想无目法中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魂魄缓缓飘荡出来。以我现在灵魂的状态，似乎能够更清晰地听到外界的声音。任清因为心境受到影响，顿时退出了身魂分离的状态。刚刚好像听到血肉被撕裂，还夹杂着骨骼化为碎末的声响，可一定那一片祥和，看不出异样，也不像是被什么诡异物影响了感官。看来难以再次进入身魂分离确认此时欲速则不达，越是在意便越是难以找到状态，
接下来的时间，任清只好以观想术法为辅，暗中观察周遭。男子混成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众人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，在天黑之前赶到三乡城。妈的，别死我了！任清，你带衙役前去衙门报道吧。过几日有事我会来找你的。宋前辈，怎么了？这一路上你可有见过土地？刚开始是见过，后来遁入地底就不曾见到了。那可能是我多虑了吧。土地好像是提前离开队伍的，但感觉土地的状态有些莫名的亢奋，似乎有所隐瞒着什么，而且昨晚魂魄感知的声响似乎是从地底传来的。任清没有继续多想，而是与衙役一同返回了衙门。片刻后，从土地的身上长出一株血红色的嫩苗，眨眼就有数米大小。从外表看来，似乎是草药。草药的枝干遍布人脸，如果任清在场，一定会认出草药是消灾禁区消失的那颗关联着种魔经的诡异物。古怪的是，根须未端，竟然连着具尸体，尸体半人半兽，披着类似穿山甲的鳞片，正是土地本人。而根茎是从体内里长出的，似乎生前主动将草种吞入腹中。淡淡的雾气飘散开来，凡是靠近巨型草药的野兽都化为了雾，最后被根茎所吸收。草药不断的生长，很快就足足有10数米的大小，而迷雾的范围的面积也越来越广。迷雾散去，草药如同活物般钻入土地的体内。我是谁？我活过来了。任清带着小五和朱定面见了胖县令。小五等白役得到晋升，自此之后职责便可以长子相承。胖县令滔滔不绝讲了大半个小时才结束。结束后，任清等人便返回了火攻堂。小五，你身体壮硕不少呀，跟着任差人学到不少吧？当然了，不过差点就……小五刚想说些什么，突然意识到禁族要求过不得透露消息，连忙闭上了嘴巴。城外哪有城里安全，能平平安安回来就行。想我当年也曾跟随禁族出过几次城，每次都会莫名其妙的嘎到些衙役。任差人，您经过一天长途跋涉，想必也饿了。我已经备好晚饭，我们先去吃饭。能走吧？卤煮，好吃的卤煮，快来买，快来买！任清酒足饭饱后，并没有急着歇息，而是打算去趟张屠夫那。这街边遍布着卤煮的摊位，数量实在太多了。血狗帮这像是在盲目扩张，如此行径有些不对劲呀。任清来到张屠夫的住所，原本的肉铺现如今改成了私宅，卤制猪下水早已换到别的店铺。张大哥在家吗？不在吗？还是白天的时候让伯峰探寻下，看看血狗帮有没有什么异动。不好，血狗帮的人来了，快跑呀！哼，任差人，别来无恙。有什么事情找我？这才几日未见，任清带给我的压力更胜一筹了。我也知道任差人你刚回到三乡城，所以为你接风洗尘，还请赏脸小聚。没空，而且禁族那找我还有不少事情。既然任清搬出禁族，肯定是有所倚仗。还记得护法关照过，要是发现任清与禁族有所牵连，就不能去招惹对方。你应该是为了卤煮的生意吧？看来配方已经泄露出去了。血狗帮也是知道内部出问题才泄露的，所以着急火燎的增加摊位，免得被占了生意。陈奔来找他，更多的是受到上面的指示，想要拿任清当枪使，用来背配方泄密的黑锅。任差人就当无事发生吧，今日算是多有得罪了。我叔父张大嘴呢？张掌柜前去城西各处进货了，我们可没有过河拆桥的习惯。那就这样，我先回去了。以后不要再派人盯着张大嘴了，特别是任清出现时，尽量离远些。任清在修炼中度过了一晚，感受着晋升鬼使劲的日子逐渐临近，心中忍不住生出急迫。清哥，宋大人有找。任清目前衙门并无禁足的名额，
下一批只能等明年了。那岂不是还有几个月？其实禁足中是有预备役的，便是类似白役的职责，用以填补禁足的嘎缺。宋前辈没有啥弊端吧？预备役就是给予禁足沾亲带故的修士准备的，衙门招收肯定会有个优先级。难不成预备役不好加入？要与几个修士争位置，以你的实力应该不难，走过场罢了。都是帮派培养的修士，有我在还怕得罪这些？我怎么感觉里面有些隐秘？其实帮派并不主动争夺预备役的名额，只是衙门要求罢了。帮派内会受到各方管束，怎么可能有禁足叔父？而且禁足的资源哪是帮派能相提并论的？说白了，帮派怕留不住修士，但又得罪不起禁足，所以争夺预备役位置的应该都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人。宋宗武简单交代几句，便离开了火攻堂。不知不觉又过去了10几日，选拔禁足预备役的时间悄然临近。这段时间，任清的刀法也有所进步，寿元通过朱颜累积到了接近8年，距离晋升已经相差不远。跟我走。禁足堂的位置有些特殊，为的就是防止诡异物暴乱。等到你成为预备以后，便能了解其中的隐秘了。好的，多谢宋前辈。两人到了衙门中心的偏远角落，只看到几座假山耸立着。宋前辈，平日里禁足难道不用待在禁足堂内？而且为何周围并无禁足身影？没有人喜欢待在禁足堂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晋升，其余的修士来了。片刻后，聚集而来的修士已经有10数人。讲道理，修炼术法很可能导致样貌异于常人，但其实异化后给人的感觉还是挺自然的。可帮派出身的修士却截然相反，俨然是一群妖魔鬼怪。任清环顾四周，他毫不掩饰双眼的重瞳，顿时引起禁足们的注意。重瞳者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化路线，也很难让人不去在意，修士更是窃窃私语。牛头，你看你后面那位，这人眼睛的瞳孔怎么是这样的？好生古怪。小声点，这人一看就不好惹。这些帮派修士都是些歪瓜裂枣，人情你应该不会倒在预备役前吧？放心，好歹也是经历过封锁禁区的。任清信誓旦旦的保证，他并没有注意到宋宗武眼中的笑意。宋宗武从头到尾压根没有提过预备役共招收几人，事实上确实出现过无人受用的情况。此人走路宛如迎风杨柳，恐怕掌握的是驼峰山见识过的术法蛇推法。宋老，许久未见了。确实如此。章丘，宋老透露一下，这次前去禁足堂的哪个区域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如果怕危险的话，就莫要进去了。宋宗武没有再理会对方，其余禁足见此便不敢上来搭话了。章丘自讨了个没趣，返回了原本的位置。他与15岁出头的蛇人交流起来，随即表情变得愈发阴沉，最后不欢而散。那蛇人少年并非是帮派出生的孤儿，他是章丘的子侄，估计是怕进入禁足堂意外身嘎了。原来如此。可以进了。怎么感觉禁足堂有些阴间呀？男子混成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黑暗中，任清仿佛迷失了方向，如何施展重瞳都没有用处。看来我可能是陷入了某种术法，还是用大苗刀探探路。按照大苗刀传来的触感，面前很可能是个坑洞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黑暗产生的错觉。这既有可能是禁足堂为了测试我们的心性。
线。操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人青所待的地方就像是嘎后的尸体，仿佛由一块块血肉组成。那用作封闭的栏杆同样有些毛骨悚然，竟然是惨白色，如同失去血液流通的血管。难道这便是所谓的禁足堂？怎么感觉是在巨型尸体的内部？外面竟然有着数不尽的牢房。看来是打不开了。既然是挑选预备役，那么不可能长时间的关在此处。人青盘腿坐在地上等待，片刻后果然生出了异样。血管栏杆中有纯黑如浆般的血液流动，墙壁随即活了过来，逐渐开始蠕动。紧接着，墙壁竟然塌陷下去，隐约出现了个人形的轮廓。墙内的人影似乎很想出来，以至于表情极为面目狰狞。血液流动间隔10分钟左右，人影每次便会从墙内多出些许，很快大半个身子已经露在外面。血肉囚牢，看来是饕餮法了。系统帮我查探一下信息。问号问号问号，年岁843，寿元235年，数饕餮法阿鼻地狱。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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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饕餮术铭刻于异兽饕餮的胃部，由酒肉道人取得。修炼此法需要大量进食，直到胃部扩张到6倍有余，便能修成。阿鼻地狱由永坚雷蟹晋升而成。这名掌握饕餮法的禁足，至少已经有阳神境的修为，所以才能活数百年不尬。狱卒由阿鼻地狱衍生而来，境界半尸境初期。这最多算是初入半尸境的层次，连重伤将死的宋荣都比不上，找死！就在人青缠斗的时候，牢房的栏杆角落探出个老鼠的脑袋，竟然是条猫咪大小的负鼠。阿鼻地狱内哪来的老鼠？阳神境的体内空间岂是普通生灵能够存活的？这恐怕来自修士中的一人，控制着老鼠穿过血管栏杆。操，这人为什么如此强大？凭什么你不用九死一生的修炼术法，也不用顶着副不人不鬼的模样，给我死！啥也不是。老鼠释放毒气后，脸上满是快意，然后悄悄地躲到了走道上的角落里。哼！怎么可能？人青竟然可以如此轻易从牢房脱困？总算可以出去了。王三，年岁36，寿元11年，属幻觉，属武者，由温幻道人创出。修炼此法需要得特制温毒，连续服用16日，待到身体幻毒不死，方可修成。好像城东有个类似的不入流帮派，专门干些下三滥的偷盗事宜，好像叫做烂泥会等等。话说修士在阿鼻地狱身死，应该也会生出诡异物吧？呜呼，那岂不是可以挑选合适自己的术法了？男子魂穿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10几只负鼠从某处牢房里钻出，想要远遁离开。呵呵，附近前后连条岔路都没有，能逃到哪里去？人青跟着痕迹来到负鼠钻出的那间牢房，里面正躺着个瘦骨嶙峋的瘦小男子，眼看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。哼！牢房里的干瘦男子顿时没了声息，尸体又被阿鼻地狱本身吸收，像是从未出现过。总算死了。
好险好险，人精总算走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一命吧。你的术法有何作用？说来听听。大人，这术法没什么用处的，只能将自身血肉分出属身，借此苟延残喘。属幻觉的作用应该是利用属神经缠脱壳，副作用是每次附身后都会生出不可逆的异化。这术法要能魂魄夺舍，倒是极为不错。你的魂魄可以通过术法转移到属身内吗？什么魂魄？分身与本体互不干涉。是的，大人。我知道了，属幻觉是将记忆转移到分身内，活着的已经是另一个自己了。王三儿根本听不懂任清所说的话，他的小眼睛盯着牢房外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禁足是如何挑选预备役的？大人，只要能从禁足堂出去，其实就算通过了。那该如何出去？大人，我对禁足堂还是有些熟悉的，这里乃是……王三儿语气恭恭敬敬，同时想方设法地远离任清。王三儿有所行动的同时，沉重的脚步渐渐靠近。狱卒竟然死而复生，朝任清所在的牢房冲来。狱卒竟然死而复生了。现在人清被狱卒吸引，只要我的板牙能够触碰到对方，沾染了些许属毒，哪怕是鬼使劲照样的身体麻痹。王三死后尸体上果不其然有诡异物生出，那是一团棉絮状的烂，仿佛夹杂着无数只乱窜的老鼠。既然禁足把挑选预备役的地点放在阿比地狱，说明其中必定能应对修士死后的诡异物。好家伙，禁足搁这阳谷呢，利用阳神境的阿比地狱收容诡异物，不怕死后形成的禁区直接毁天灭地吗？也不知道数百年来已经累积了多少诡异物。不过阿比地狱到底是不是因为掌握的术法越多，才会如此诡奇？还是先找个修士打听下消息再说，顺便看看有无合适的术法。任清穿行在走道里，他很快利用众瞳发现了狱卒留下的痕迹，似乎在追逐着某位修士。任清本打算救人博得性命，狱卒再次复苏跟了上来，有种不死不休的架势。操，这个任清是想祸水东引吧？我后面都还有一个狱卒跟着你。看来此人想要甩开我呀！两人一前一后卖力狂奔，周遭的环境出现了变化，似乎来到了阿鼻地狱新的区域。任清，我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何必要痛下死手，把禁足吸引过来？我见此处已经离开监牢，接下来是否还要继续深入？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到达禁足堂，唯有穿过绳结洞才行。绳结洞，小肠确实有绳结这个俗名。话说饕餮法不是对于胃部的异化，怎么会涉及到肠道？还是说那位阳神境的修士因为濒死的关系，导致异化逐渐扩散到全身各处？阿鼻地狱恐怕已经覆盖整个肠胃。等到达禁足堂后，就能知晓如何离开了。在下任清，怎么称呼？林城。此时两名狱卒快速临近，你我各自对付一头狱卒，等到空出手来。任清余光瞥见血狗帮的修士以极快的速度进了绳结洞，顿时对林城的说法相信大半。不必了。男子魂冲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这里便是绳结洞了吗？任清本以为绳结洞最多难闻些，可随着逐渐深入，他注意到血肉墙壁竟然渗出黑红血液，空气中的酸臭味愈发刺鼻，身上的衣物滋滋作响，感觉逐渐被溶解。救我！任清发现化身为猎豹的修士正躺在不远处的水坑里，血肉如同烧热的蜡烛般融化。任清，救救我！你这个样子已经没有救了，我还是先给你一个痛快吧。看来前方血无处就是绳结洞出口了，不过狱卒真是阴魂不散，还在后面追着。洞外被血雾笼罩，根本看不清楚外面是什么。算了，都到这了，还是穿过血雾看看。
血雾形成的绵绵细雨落下。总算出来了，感觉整个人都要融化了一样。怪不得宋宗武说没有禁足喜欢待在禁足堂内，这地方确实过于阴间了。这是肋骨刺穿血肉墙壁，鲜血从中喷涌而出，就因为肋骨，所以导致伤口无法痊愈，促成了血雾的形成。也许这道伤口就是通往外界的途径，现在我身处禁足堂内，应该就不会再有危险了，毕竟是由禁足管辖。不过还是先不忙出去，看看那些修士有不有我想要的术法。好险，好险，总算到禁足堂了。小好的体力总算恢复了。这是禁足堂外见过的那名牛角修士，应该是靠着这外放的骨甲防御撑到了禁足堂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人青，我来孙一山。如果你想要食肉补充气力，可以去神界洞里找找那人。可是灵场男子魂穿诡异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修行就会发生各种异变。我可不认得什么凌晨。来禁足堂的修士里，掌握蛇退法的只有凌晨吧？我可没取他的性命，你可以去神界洞看看，应该还没敢去。凌晨可是我的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。我知道你背后有禁足撑腰，所以没人敢动你。但在挑选预备役期间，根本就没有禁足会进来此次。况且，就算我杀了凌晨又如何？我如此强势的向人青靠近，为何他没有一点退缩？莫不是有什么依仗？你确实没杀凌晨，因为你怕凌晨身上留有禁足的后手，所以让他自听说牛脖肉质较细，特点是肥瘦兼有，入口干实。牛里肌肉脂肪略少，亦味道鲜美，令人称赞。立即你那个父亲还在神界里，就不怕他被酸水辐射死吗？这么一说，确实应该速战速决。怎么可能？以披甲弓的坚韧程度，轻易不可能被破去。你这外放的骨甲术法让我有些失望呀。蟒牛劲由牛魔所创，修炼此法要将不足月的婴儿放进生胎寄养3年，为母牛服用大补的药材。修成后，身躯化为半人半牛，披甲弓铭刻于无名骸骨之上。修炼时，浑身骨骼会逐渐碎裂，碎裂6次方可修成。不好，又要被阿比地狱吸收了！系统快给我学习披甲弓。是否消耗1年寿元，掌握披甲弓？是。披甲弓已掌握。人青来到神界洞口，发现凌晨已经半身不死。凌晨的皮肤表面有着大片的灼伤痕迹，而左臂残缺，双腿更是被孙一山挑断脚筋。没死吧？人青小心些，有个掌握蟒牛劲的修士会杀人食肉。没事，他已经死了。你还能坚持到离开禁足堂吗？禁足野外寻宝，却意外掉入了阿鼻地狱。丧事过于严重，血肉还在不断融化，应该是撑不到出去了。如果有食物补充呢？那应该可以。不过你这手臂怎么办？我修行的是蛇退法，每次境界突破时会化为蛇退，哪怕只剩下半个身子都能长回来。这术法不错呀。林长，禁足堂的出口应该在肋骨处吧？是的，叔父让我临行前记得收集1块肋骨的碎片，具体我也不知道有何作用。原来如此。话说你在绳结洞内待了这么久，怎么没被腐蚀而嘎？叔父给过我1颗丹药，服下后能够在绳结洞内待上数日，
操，宋宗武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自己前去禁足堂可谓是啥也不知，要是换做他人早嘎了。走，先离开这里。系统查看一下披甲弓信息。骨甲者，内骨外生，脊骨者，外物内蕴，生骨者，生骨如气。具体信息只能出去后询问宋宗武了，再确定术法的异化路线。到禁足堂了，两人到禁足堂后，却看见不远处竟然有个庞大的阴影。禁足堂内有个莫名的规矩，如果在监牢附近遇到一只长着人脸的猪，千万不要理会它，也不要相信它嘴里的话，无视走过去即可。就在任清与人面猪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呢喃细语涌入耳朵：取活人的内脏为其服下，如果失去五脏却不嘎，于药材合煮36日，便能治愈风寒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可能是类似狱卒的存在，他们只会说些诱导人心的话语，并不会伤人。走吧，先出去再说。任兄，肋骨可能是进出禁足堂的信物，千万别忘了。哦，没想到肋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。接着跟我走。这里除心脏以外，并没有看到其余的内脏，不知是不是视野所限。那边光环处想必就是出口了。任兄，我就先出去了。看来未必完全隔开了外界，使得阿比地狱就像个小世界。这是由术法形成的小世界，等寿元足够时就晋升饕餮法。任清只感觉脑袋天旋地转，浑身气血的流速更是加快了数倍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眼前耸立着熟悉的假山。任清，这次禁足堂之行，多谢你救了林城，我还要带他回去调理伤势，就先行一步了。比我想象的更快些。宋前辈，现在我已经是预备役了吧？忘记提醒你获取骨池了，你再去趟禁足堂吧，反正一回生二回熟。宋前辈真不靠谱，还好我取得了骨池，要不然我还真要跑一趟了。这确实是骨池，将鲜血喂食给骨池超过10息，便会生出前去禁足堂的门径，但只能使用一次，每隔5日还要用鲜血滋养，否则会化为灰烬。有什么要问的问吧。禁足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禁足堂其实是处于某位阳神境大能的体内，后者不知为何魂飞魄散，身体勉强存活。饕餮法的复位者与禁足堂是同出本源，潜力不可估量。因为阳神境的复位者乃是阿鼻地狱，所以那名修士被称为地藏王。宋前辈，我在禁足堂内遇到纸人面猪身的怪物，是不是与诡异物有关？连尸猪都遇到了吗？宋宗吾干脆讲述起关于禁足堂的始末，是哪位修士建立的禁足堂，早已不得而知。估摸着也是机缘巧合意外进入的阿鼻地狱，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地藏王身处的位置。如今已经过去数百年，阿鼻地狱勉强维持现状。在此期间，禁足一直试图找寻地藏王的踪迹，可依旧毫无收获。你拿到预备役的身份令牌后，可以去禁足堂内的密阁查看地图，里面还存有各个禁区的信息。至于那头尸猪，其实与一门名叫招魂术的术法有关。招魂术的作用是唤出刚死去尸体的魂魄，通常情况下其实无法用作复活的。人有3魂7魄，3魂代表的是天魂、地魂、人魂，7魄则是尸猪、腐屎、血阴、吞贼、飞毒、除秽、臭肺。我们曾经试图复活地藏王，随着仪式进行，首先招来的是尸猪魄，可他丝毫没有什么发文，嘴里还说着莫名的话语。刚开始叙述的都是关于受尸的内容，待等到招魂术将臭肺魄换来禁足堂后，尸猪话语中便开始涉及死人了。禁足硬着头皮继续招魂，最后换来的是飞毒魄，也就有了那些如何把活人当作要引的鬼言。
是不是也说明了，随着换来的魂魄越来越多，尸狗魄言语中蛊惑人心的能力也会水涨船高？我怀疑这三魄压根与地藏王无关，可能是某种莫名存在的魂魄被招到了禁足堂。臭肺魄与非毒魄是怎样的？臭肺魄会在禁足堂内不断游荡，任何人见到其都会生出克制不住的恼，再经臭肺魄抓干后才会消除。尸猪魄与臭肺魄的危害并不大，只有非毒魄有一定的攻击性，不过被关在禁足堂某处。等预备役的令牌制作完毕后，会有禁足前来登记造册，主要是记录掌握的主修术法。是这样。这个是禁足令牌，给你。这个就是禁足令吗？倒是够诡异的呀。这次预备役共有4人，等你晋升鬼使境后，时满1年便会成为正式的禁足。你将主修术法告知于我，如果出现与鬼异物相关的事情，禁足堂会根据术法派遣前去。主修无目法，境界是半世境重瞳者。重瞳者具体的能力是何？双眼能洞察到更多的细节。元清把才开发出来的神魂分离，故意隐瞒。那这个重瞳者的能力最适合打酱油了。禁足堂内即使有些修士会常驻，以方便获取资源。禁足堂里有交易用的市场吗？有处地方叫做鬼市，但只有每月15才会开放。多谢。不知宋老有没有和你提过秘阁，里面留有晋升鬼使境的经验。怎么突然走了？还是先去一趟秘阁。顾之开。这禁足堂的入口为何布满了人面？不管了，还是先去秘阁。元清把自己伪装了一下，就前往秘阁。这道悬着的塔就是秘阁了吗？我们好像认得，前辈并不认得，总感觉与之前接触过的徒弟有些不同。这划痕是新的，似乎是土地弄的。显然土地是在此处看过卷宗，难不成情绪突然失控才导致的？元清在此处开始翻阅起来，发现记录着消灾禁区嘎去的禁足，以及消灾禁区吞噬了他们的诡异物，最终形成的13颗诡异物草药。这个叫做江歌的修士，其主修术法竟然是种魔经。不过此人已经失踪3年，不知是否与消灾禁区有关，而土地为何要找寻这类信息？如今消灾禁区已经被封锁，再去探究这些也没有意义，徒弟身上的异样还是交给宋宗吾处理吧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凡人想要得以修行，须挖双目，斩4肢，断慧根。穿越的我凭借神通，能够豁免修行的代价。此时，2位脸色阴沉的衙役抬着具麻布包裹的尸体从巷子里走了出来。这是又感染了，太晦气了吧？这个月怕是第3回了。误事，误事！民众见此四散离开，就连个摊位都慌忙收拾东西，像是在躲避着瘟神。青哥，你没事吧？为何脸色如此惨白？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小五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店铺里了。小五显得很畏惧。青哥，放心，去就回。名为人清的衙役拍了拍小五的肩膀，快步朝巷口走去。他的脚步略显虚浮，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，可见内心绝不是表面上那么淡然。差人，想吐就吐，然后赶紧进屋收拾东西，必须尽快完成。你们总不想待在这儿吧？好的，差人。李绵与李恒是对亲兄弟，外表有8、9分相似。他们在衙门中毫无跟脚，所以才调给了人清。小五则是主动从别处投奔，他与人清的父辈是同乡。只见屋内布满了血肉碎块，书架也东倒西歪，上面倒是没有摆放的书籍，显得异常空旷。之前那具被搬出去的掌柜，原本是跪倒在门后，双手呈现摊拍的动作，掌心放置着硬生生挖出的岩珠。人清分管3乡城西区的坛街，在衙役中属于火工，他职责就是焚烧尸体以及死者生前的随神术。按理说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，可就像书铺里的掌柜，明眼人都知道嘎于非命。几日前负责坛街的火工还有8名，只是焚烧一具横死的尸体时，闻到股莫名的味，就出了状况，所有火工都倒地不起，死前脸上还带着诡异的笑容。认清看似是唯一得犯，实际身体已经换了。他前世不过是名普通上班族。此方世界处处透露着居民很少，隔3差5会莫名到访。是谁？出来！
不死。认清眼前有大量线条，勾勒出杂乱的图案，最后形成几段文字。人清年岁17，寿元5年113日。这个自带的神通，目前就只能查看其寿元，后面再研究吧。而且我寿元不多，必须早日找到延命的方法。一般来说，支线后先由禁足前来查看，确认无事后才是我们这些主公。最后是清扫血迹污秽的造谣。禁足应该是掌握了法术的修士，否则三香城哪可能维持表面的安定，也不会每次出现暴毙就第一个到现场查看情况。也许在禁足身上能够找到延续寿元的方法。差人，书架家凤梨有本书。差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无目法由百目老僧从首楞元经中悟得，修行此法必须挖去庄严，将岩珠配合药引服下，7749天后得以重新长出。挖去双岩后，将深陷无边黑暗，是常人不可视之物。修成者可生吞岩珠，得以恢复伤势以及人寿续命。人言最佳，独目者识破幻象，百目者制造幻象，众同者料敌于先。Nice， 可消耗30日寿元，豁免代价掌握。所谓代价到底指的是挖眼失明后的49日，还是什么更深层次的隐秘？修行的法门就在眼前，并且还能延续寿元，哪怕诡异了些，但总比坤分热等嘎强。任清心念一动，30日的寿元转瞬即穿越的我，凭借神通能够豁免修行的代价。消耗寿元虽然已经入门无目法，但距离掌握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人清年岁17，寿元5年83日，属无目法。差人，你怎么了？刚刚气血上脑，加上风沙才导致眼睛酸痛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去。好的，差人。青哥，差人，你回来了呀？走吧，忙活了一上午，等回到衙门便可以好好休息下了。尸体都处理了吗？都处理好了，剩下的就是造力清理。好的，我们还有要事，就先走了。你们抓紧把尸体焚烧了吧。4人穿过城西区，来到了三香城的中央，衙门的所在。三香县属有11个功能区：禁足堂、捕快堂、火攻堂、造力堂、牢房、厨院、知县宅、仙佛祠、公审堂、练武场、司捕斋。终于到了。走吧，手下就这么点人，否则我哪需要去干粗活。你们准备开路，我去房里歇息一会儿。好的，差人。任清叮嘱了3人几句，然后便返回了厢房。任清盘腿坐在地上，激活信息流的同时闭上了眼睛。他感受到无目法的信息开始交汇，然后融为一体，形成了粒虚幻的种。种子长出了3片嫩芽，叶面上的花纹像是一只诡异的眼。当任清疑惑不解的时候，嫩芽上出现了信息形成的文字，并且还伴随注解：是否选择分支独目者，将消耗寿元1年。任清又试了下其余2种，发现百目者与独目者消耗的寿元是1年，重统者却是1年6个月。无目法本就极为诡异，选择分支后恐怕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，而且没有搞清楚这方世界的力量体系前，花1年的寿元冒险实在不值。而且无目法半部都是写的如何生食人言，要不是我已经掌握了无目法，恐怕会被文字影响。可见撰写此书的百目老僧有多诡异。由此可见，信息流能获取到功法隐藏的信息，比如说独目者与众同者，又比如书上虽然记载了生吞眼珠能恢复伤势，但增长寿元却丝毫没提，恐怕连百目老僧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对比浑身长满眼睛或是变成毒液，众同确实要更容易接受些，至少勉强算是正常的范围。不知不觉，任清已经研究了一晚上，也已经开始习惯这诡异的事。金哥，我见你没吃饭，特地给你留了。我有事离开一趟，应该过不了多久便会回来。哪位好心人，给一些吃食吧，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饭了。多谢差爷，差爷长命百岁。陈二狗，年岁28，寿元13年，属神足精残。神足精由天蚕道人创出，修炼此法需要在骨骼生长的年幼之时，将双腿连根切掉，困于菜缸中，喂食特定药引，3年不死可长出神足。原来之前在街上看到的乞丐，大部分腿部都有残疾，而且比正常人的腿足粗壮了1倍，并且皮肤长满了脓包，都是因为修炼神足精所致。如果世间的功法都是这般诡异莫名，那么资质要求根本就不高，而人命又值几个钱。原来是阿青，有几日没见了，还以为你出了事情。嗨，瞧我这张破嘴，今日多给你个2两肉。张大哥，我最近晚上行路看不清，能找你讨些猪眼用来明目吗？没问题，你想要的话，今后我都帮你留着。阿青，你要是前段10日来，
恐怕我这里还真的拿不出猪眼。有人特地花银钱来买猪眼，你说怪不怪？张大哥，把零散的猪眼给我就行，不必特地去挖坏了猪头的品相。还有，我来你这拿猪眼，可别告诉他人。现在猪眼买好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代替人眼。还有将无木法传给书铺掌柜的人还在三乡镇，而且已经开始生食人眼。阿青，猪眼给你装好了，银钱就不用了。怎么可以？张大哥见外了，这是银钱，张大哥收好。任清取出些碎钱硬塞到了张屠户的手里，并且有意无意地碰了下对方。张屠户寿元15年，术法无。这个张屠夫没有掌握任何术法，确实和无木法无关。以百目老僧对于人言的推崇，恐怕在正常修炼的情况下，无木法的修士一旦尝试过人言，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任清找了家餐馆填饱肚子，眼看着天色逐渐变暗，起身返回了衙门。任清盘腿而坐，闭眼陷入冥想。看来走了捷径也是有弊端的，迟迟无法进入修行的状态啊。通常情况下，吞下眼珠后的49天会无时无刻不经历黑暗，此后观想再容易不过了。任清却截然相反，他掌握无木法的过程极为短暂，以至于找不到方向，而且心情越是焦急，便越是容易影响状态。干脆先试试猪眼延寿熏晕的效果，说不定能找到契机。任清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，端详着晶莹剔透的猪眼，随即犹豫了片刻后，直接扔到了嘴里，脸色涨得通红。猪眼在腹中化为热气，很快就弥漫到了全身各处，舒爽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差人，怎么了？差人，尸体活了。什么尸体？那具？就是晌午带来的那具，而且其余尸体也有些不对劲。书铺掌柜的尸体毫无征兆的起身离开了停尸屋，几步就消失在黑夜里。小五，你跟我去找那具尸体，李绵、李恒，你们就在这里看着，切记莫要轻举妄动。小五，还行吗？没事的，秦哥。那就跟我走。两人沿着血迹东拐西拐，火工堂的位置已经够偏僻，没想到尸体指引的方向更加偏僻。这里是衙门西区的外墙，秦哥，秦哥怎么办？任清围着尸体转了几圈，丝毫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用手臂推了下，却松松垮垮的倒在地上。任清瞥了一眼尸体面朝的方向，难不成是暗中猎食的百目者使得尸体出现暴动？抬回去再说。任清悄然吃下猪眼，以此来应对接下来的危险局面。猪眼快速被消化，任清头顶有热气冒出，他与小五一前一后抬着尸体，两人顺着原路朝火工堂而去。刚走过一半的路程，尸体又出现异动。秦哥，尸体搭在你肩膀上了。打他！天快亮了，我们抓紧回火工堂，不能让他们发现尸体不见了。好的呢。开炉，赶紧把尸体烧掉，这具尸体留不得。好的，差人。这几天我们4人辛苦些，轮流休息，把停尸屋的尸体处理干净。任清想起尸体留下的血迹，虽然路径较为偏僻，但以防万一，还是去遮掩下比较好。你们在火炉旁看着，记得留心停尸屋。任清小心翼翼地沿着血迹，用沙土盖住痕迹。任清年岁17，寿元5年85日，属无木法。没想到寿元增加了2日，生食猪眼延寿熏晕的效果应该是潜移默化，否则百目老僧也不会没有察觉了。不过无木法想要对付诡异的事物，还是有些过于勉强，掌握第2种术法也要提上章程。忽然间，任清敏锐察觉到恐怖的气息，就像被猎食的凶兽盯上，本就是弓着身子，连忙顺势趴到了地上，然后用余光环顾四周。这是禁足吗？他手中拿着的应该是活着的人皮。男子为了避免同伴被人皮伤身，竟然和人皮跳起了交谊舞。总算走了，现在血迹也已经处理，赶紧回去了。接下来几日，任清都在修炼中度过，已经能自如进入观想无木法的状态，也已经没了原本病怏怏的气血也显得饱满了。现在去衙门内的演武场看看，就算不能找到术法的线索，学习下防身的外功也好。差人，县令下令召集衙役去公审堂。知道了。现在县令下令召集衙役，应该不是半夜搬尸体东窗事发，如此大的阵仗，多少与诡异沾点边。任清来到公审堂，就暗中开始观察这里的情况。他们的年纪普遍在30岁以上，唯独我连20不到。长话短说，你们应该多多少少了解东区监牢的事情吧？里面已经成了禁区，等禁足处理完毕后，你们便要负责清理监牢，每接触5人，找些机灵点的。众人纷纷点头。
看来谭街的4人肯定逃不过监牢，为何值得衙门如此兴师动众？还有所谓的禁区到底是什么？难不成涉及鬼神？等到了牢里后，切记不得露出身上任何皮肤，并且要将里面清扫干净，不能留下丝毫碎屑。都回去准备吧，让去的衙役交代一下后事。打扰了，监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哦，怪不得不知道，原来是谭街的那座监牢在衙门的东区，说是里面犯人因为自相残杀全是尸体，可这几天已经进去2批衙役了，东区那边人手不够，只能由我们来了。那何为禁区？如果出现大规模莫名惨死的情况，便是禁区。中年火攻说完后，心急火燎的离开，其余衙役也是如此。任清回到火攻堂后，第一时间把事情口述给了李年等。以前听衙门里的老人说过，到了禁区九死一生。反正我们都逃不掉，还不如准备的充分些，免得出了岔子。好，那就听差人的，我们这就去准备。任清准备了些猪眼用油纸包着，又不放心，先吞了几颗，让身体内的热气源源不断。你们紧跟着我，如果我不去碰什么，你们都不要做些多余的动作。各位差人，先把第2层的衙役尸体带出来，再去处理其他的尸体。出发。我们也走。差人这是一名旮旯的火攻，抬走吧。刚刚一闪而过的好像是张残破的人皮。妈呀！我刚触碰到这个尸体，皮肤怎么血肉都掉了？此前牢房的传闻搞得人心惶惶，现在见到死状如此诡异的尸体，所有人都生出了惧意，甚至几个年纪尚小的火攻低声痛哭起来，场面变得极为混乱。早点把尸体搬出去，就能早点离开，这个道理总懂得吧？在夏伯峰，你们应该多多少少听过我的名字吧？任清愣了下，连他这种消息封闭的都知道。伯峰，据说其手下的火攻很少身死，并且做事喜欢亲力亲为，在衙门的管事中独树一帜。想要活着回去，那就静下心来听我的。现在都给我系红绳，会系吗？要不要我教你？不用了，多谢。等下抬尸体的时候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回头。知道了，差人。还有551组不同，我们只有4人。一旦有人出了问题，剩下的都得死。都给我把精神打起来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所有火攻都准备完毕后，由伯峰领头朝出口的方向行去，其余则相隔半米。任清注意到监牢里除了人皮以外，似乎隐蔽的角落还有几只爬虫。任清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快要到往上层的阶梯口处的时候，有几人突然脚步加快，卧槽，脱离了队伍，想要率先进入阶梯。刚才好像是人皮过去，脚步放慢，去左边3米，右边3米，左前方5米。火攻们抱头鼠窜，想要以人海优势逃出升天，但人皮只要触碰活人，立刻就会钻入其体内，不出几息就没了浑身的血肉。任清由于用眼过度，忍不住流下了泪水，只感觉双眼火辣辣的疼。他发现人皮有意无意的呈现合围之势，唯一缺口就是前往3层的阶梯。男子为了获取情报，竟然连吞数条蜈蚣。扔了尸体，唯一的生路在地底3层。想要活命就来！任清转身带着小五3人冲了过去，其余人见状纷纷效仿，恨不得长出5条腿。这里安全了，先休息下。任清连续吞了几颗猪眼，才把虚弱给压了下来。牢狱外，赵树立的脸上写满了焦急，他挪步想要去监牢里，但走到铁门前又折了回来。按照时间，火攻应该差不多运回第1批尸体了，怎么还没有出来呀？片刻后，铁门内争先恐后的逃出几十个衙役，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地下传来了惨叫，钱汉去看了，那些火攻全死了。钱汉呢？在这。快说，人皮活了，他们在吃人，想要出来的火攻无一幸免。我知道了，不是说监牢里的诡异已经清理干净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大批量杀伤？还未到出手的时机。至于死掉的衙役，结束后用作抚恤的银钱加倍。好。李耀阳，监牢里到底还藏着多少诡异？宋老，我怎么清？宋老，监牢禁区是由人皮书形成，里面的诡异可是有附身的能力。如果我们出现意外，禁区继续扩大，3乡城不知要死多少人。所以现在监牢里是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可以确定还有3张人皮残片。什么时候出手？
别急，人脸并未出现，它可能藏在每块地砖缝隙中。不把这诡异的源头找到，禁区永远破不了。你还怕我身死在里面？那倒不是，但就怕宋老你失手大开杀戒。白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拔剑，以免伤及无辜了。原来我的剑术这么强吗？蜈蚣？哪来的蜈蚣？监牢内连老鼠都没有看到，说明禁区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活物，难不成是某种术法形成的眼线？人皮，人皮，人皮，难道是人皮并不完整，所以禁足在等待着什么？看来人皮并没有忌惮，他们只是把幸存者逼到了死路，然后逐渐蚕食。星哥，我刚看到人皮了，他们没走远。别表现出慌张，怕是没时间晋升重统者。人皮已经盯上了唯一具有威胁的自己，切记不要离开这里。任清从腰间抽出把闪着寒光的口罩，闭上眼睛，露出力竭的姿态，然后竖耳轻弹。人皮瞬间朝边上的人群扑了过去，有名火攻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没了声息。而吸收完一人的性命，人皮也恢复了伤势，人脸融入其中。不过他没有吸收血肉，反而向脑袋快速钻去。人皮书宦官黄陵所创，修炼此法要将皮肤完整包下，不用特定药引重新长出，反复7次得以修成，可消耗1年寿元，豁免代价掌握。确认掌握。这人怎么多了股同源的气息？都退后半米，老夫宋宗武。宋宗吴的形象犹如妖魔，脸上生有6目，腋下则多长着2双手臂，浑身布满结实的筋。男子为了修成6臂阎罗，竟然自断了双臂。宋宗吴的手臂形成的气浪，使得周围火攻人仰马翻，纷纷晕倒了过去，唯独任清勉强保持着些许意识。真以为能奈我何？正在这时，成百上千的蜈蚣从过道外涌来，将任清在内的所有人围在中间。宋老，人皮残片都已经取得，只剩下这张人脸了。白姑娘，我都说了别拔剑的，头都差点被你削掉了。知道了，原来我的剑术这么强。李耀阳欲言又止，最后化为了无奈的叹息，随即数百只蛆虫覆盖伤口，使得脑袋缓缓飞。宋老，你看此处禁区危险性虽然不高，但还是很棘手的。人皮书形成的诡异，如果不是肉眼看到，根本就无法察觉。小心谨慎没错的，回来吧。我会用石脑虫模糊这些火攻的部分记忆，虽然还会勉强记得，但至少不会因此疯掉。还有那几具被吃空了的尸体，着实有趣。随便你处理吧。此时任清已经没有大碍，他先是查看了自己的信息。任清，年岁17，寿元4年93日，术无目法，人皮书。掌握人皮书怎么直接少了1年的寿元？明明无目法只消耗了30天，难不成与豁免的代价有关？任清的脑海里又长出了一颗新的内容，在一时轻轻触碰后，人皮书的分支出现在眼前。包皮者，包皮待死；炼皮者，以炼皮；畜牧者，以人畜牧。任清简单查看下后，便取消了信息流。不过他也不敢睁开眼睛，只得假意昏迷了过去，免得引起禁足的注意。放出食脑虫吧，差不多该离开了。从李耀阳手臂中钻出黑色的甲虫，飞进了在场所有火攻的嘴里，任清也不例外。他用牙齿死死地阻止黑色甲虫进入口腔，免得被食脑虫伤到大脑。片刻后，食脑虫重新爬回李耀阳的耳朵。走吧，离开这里。突然，宋宗武脚步顿住，他的6目扫视周围，在看到任清的时候，脸上突然生出些许异色。他用脚尖捅了下任清。据说世间的书籍每隔10年会有一本化为人皮书，我们衙门书籍最多的地方应该是演武场。宋宗武，年岁86，寿元253年，术修罗法，6臂阎罗。后面一连串问号，看来面对实力远超于任清的宋宗武，得到的信息难以完全。至于为何能显示修罗法，可能也仅仅是因为宋宗武表现出了修罗法，其余隐藏的手段便难以知晓。修罗法乃是无名苦行僧创出。修行要求天生双臂残缺，并需经历佛门5大戒律而不堕，修成时长出双臂，6臂阎罗由5臂判官晋升而成。从修罗法的描述看来，宋宗武应该品行不错才对。那么临走时的行为举止难不成有什么深意？任清没有急着验证，而是经过医师检查完身体后，就回到了火攻。
活下来的火攻有35，主要还是禁足出手及时，并且人脸被人清拖延了些许时间。至于小五3人，他们老老实实紧贴着墙壁，没有去乱跑，都相安无事。接下来几日，人清就老实的在屋里待着，摸索人皮书的修炼法门，尝试各种动物眼珠的效果。与无木法通过观想不同，人皮书需要外物的刺激，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捶打身体。如果能配置出专门的药浴，应该也能有奇效。至于眼珠，体积越大效果越好，猪眼确实是性价比最高的，现在也是该考虑着晋升重瞳者的事宜了。任清想到宋宗吾在牢房有意无意说通后，决定去演武场看看。任清看了几眼就觉得无趣，他走向演武场边的武，里面收录了不少打磨身体的武功，不过只有衙役才能学。男子声称诡异物，竟然是为了走捷径。任清进入武楼，环顾四周，对于所谓的武功秘籍略有些失望，看起来和普通的书铺没有任何区别。零零散散地摆放着几排书架，上面的书籍极为老旧，甚至部分都出现了损毁。任清随意拿起一本，封面上赫然写着清风剑法。任清开始观看剑法，也就平平无奇吧。对于招式的技巧描述倒很详细，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内外兼修，还是换出信息流看看。清风剑法参由清风道长所创，共含有36式，以快稳著称。兼修内功后，出剑更加灵动。清风剑法缺少内功片，无法消耗兽元掌握。任清浑身的肌肉微微绷紧，他不信邪的拿起一本秘籍，结果都是相差无几。乌楼内的秘籍无一例外标注着残，难道衙门刻意把武功做出了删减吗？武功与术法之间画风可是相差108000里，按照正常的逻辑，被普及的不应该是强身健体的武功吗？要说诡异流功法可以成仙得道也不恰当啊，哪怕是宋宗吾也不过300多年的寿元上限，和付出的风险相比，增长的寿元太少了。而且又有几人能寿终正寝？宋宗吾想让我看的应该不是这些，毕竟信息流的事情绝没有第二人知道。任清按照书架排列的顺序，耐心的一本本翻阅秘籍，看到信息流的提示后，便重新放回书架，终于找到一本书籍，名曰《草堂游记》。只有这本并非功法秘籍，内容讲述的是些荒谬的鬼神传说。任清仔细的品读每行文字，不经意间就已经过了数个时辰。此方世界的修行的境界由五人、半尸、鬼使、阴差、阳神、天鬼组成，身体逐渐生出异化，却还未退，便是处于五人的境界。等到第一次异化完成，就达到了半尸，并且不同的功夫异化的方向大相径庭。光是无目法就有百目者、独目者以及重瞳者3种，更别说其他术法。想要修炼诡异术法，通常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如此高的门槛，难道就没有捷径可言吗？事实上是有捷径，而捷径就在五人境的身上。修士打后都会生出诡异物，凡人可借诡异物掌握术，不过仅限于五人境打后的诡异物，半尸境以上就会有较大的风险。可这样的修士想要晋升术，得依靠下一境界的诡异物，等同于失去了潜力。半尸境以上的修士身死，诡异物就会生出灵智，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，从而形成禁区。所以说监牢禁区其实就是因为修炼了人皮书的修士死在里面导致。既然禁区的诡异程度与境界高低有关，那么高境界的修士同时掌握多种术法，嘎后形成的禁区会有多恐怖？任清终于明白宋宗吾为何会用这种方式引导自己。我在监牢表现出来的蜕变与人皮书息息相关。宋宗吾误以为我是不小心吃下人皮残片，从而踏入的五人境。一个寿元将近的五人境修士，又是靠诡异物达到的，无潜力可言，哪有招揽进禁足的必要？宋宗吾的做法已经仁至义尽，避免任清因为不知情暴露五人境的修为，从而被某些人惦记上。对于任清来说，存在感自然越低越好，这样突破半尸境就不会被注意到。五楼马上便会关闭，你可以明日再来。多谢老丈提醒。老捕快注意到草堂游记后，突兀的开口道：“我想问一下，他还好吧？宋宗吾还好吧？”挺好的，身子骨很硬朗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等到任清离开后，老捕快和蔼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扭曲，他虚弱的把大门关。你敢信？男子的脑袋竟然自己长腿跑了。任清深深的望了眼武，那老捕快肯定和宋宗吾有所关系，两者的样貌也有些相似。难不成是亲兄弟？还是先回后宫堂吧。
等回到火攻堂的时候，却见火炉冒出青烟，噼啪作响，显然有尸体在其中焚烧。任清走进院子，发现桌子上还有些饺子与小菜，食物是由衙门提供的。说来也古怪，城外良田不多，可偏偏城内粮仓都已经装满。任清吃完饭就朝火炉的位置而去，很快就发现小五几，其中还多了个熟悉的身影，不过沉默寡言，并没有说话。伯风变化不小，浑身透露着颓废，不但原本的黑发全化为银白，脸上也遍布沟壑丛生的皱纹。任兄弟，今后我在谭街当差了，可别气。难道是手底下的衙役怪罪你？可监牢里的死伤与你又有何关系？伯风是主动调来的，我们才刚知道。街道一共就7名衙役，在牢里死了4人，他们的全家老小我都认得。伯风不想再做火攻的管事，所以便主动调来了谭街。当然，其中也有任清的关系，后者在监牢里的表现确实有目共睹。好好干。主要谭街的人手太少，真要忙碌起来，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修炼。其次，有了伯风坐镇，任清可以放心的当甩手掌柜。伯风的情绪逐渐恢复，表情如释重负。伯风，你之前管辖的街道在西区偏东的位置吧？东区割头死尸是什么情况呀？你说的是无头案吧？现在主要集中在南区，也不知道背后的凶手有何目的。嘎了这么多人，恐怕与某些势力有关。不太像，我看过其中几具尸体，脖梗处的7口完全相同，可见应该是出自一人。发人后城区肯定会封闭，这都没有找到凶手吗？伯风忍不住环顾四周，然后轻声细语道：脖梗的切口太平整了，根本就不像利器割开的，反倒是像脑袋自己长腿跑了。爷，吓我啊！衙门肯定做出了相应的措施，况且哪有不漏风的船？继续作案，免不了露出马脚。确实，我感觉近日割头案少了些。伯老哥，多关注下西区，要是出现了无头的尸体就告诉我。没问题的，我在衙门中认识的捕快不少。有个老资历衙役的好处显露了出来，至少在人脉方面，任清远远比不上。我先去睡了，有什么事情明日一早再说。任差人刚吃的是什么？为何怎么像是生肉？其实是较为新鲜的猪眼，去掉血水后完全没有腥臭，入口还有些回甘。我见差人每日都会吃，一时间好奇罢了。清哥是眼力不好，大夫说要以形补形才吃的。至于任清为何要有意无意的显露出眼力不好，其实因为等晋升办失禁后，免不了要遮掩重逢，他对此没有太好的办法，但又不想太早加入禁，至少要实力达到能够自保的程度。相比于偶尔遭遇危险的火攻，禁族需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。现在城外禁区的数量应该有不少，那些被调离3乡城的核心街火攻，说是什么村庄闹瘟疫，其实很可能与禁区有关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如此平静的过去了几日，任清都在修炼提书和无故法中度过，也找到了如何遮掩双眼的一环，就是通过眯起眼睛挡住部分眼，连小五都没有注意到。现在就去备一些新鲜的猪眼，就此开始晋升中头者。张大哥，你怎么如此消瘦？这几天不知为何，只要睁眼时间一长，就会生出刺痛感。阿青，我去过几家医馆了，可依旧没有什么用处。任清听闻后心头一惊，他发现张屠夫眨眼的频率极快，并且眼球有了微微的突出。张大哥，我帮你看看吧。也许。任清用手指按压眼皮，张屠夫额头顿时生出了细密的冷汗，彪形大汉忍不住哀起来。任清面带疑惑，信息流显示的也没有任何异样。不对，张屠夫明明还有15年的寿元，现在足足少了3年，绝不可能是突生顽疾。毕竟就算眼睛瞎掉，对于寿元的影响也不大，不可能减少这么多。怎么了，阿青？是不是太严重了？没事的，应该是手上沾到斩肉时的血污，导致眼睛生出脏病，好好休息下就行了。百目者销声匿迹了几天，恐怕已经回到了西区，准备解决掉打过交道的张屠户，免得露出马脚。那就好，担惊受怕了这么久，我连吃酒都不香了。任清意识到百目者很可能在暗中观察肉，便没有继续询问张屠夫，生怕对方起了杀心。任清为了不引起注意，干脆买下了几个猪头。任清离开肉铺后，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伯峰的一句话不断在脑海中回荡，忍不住细思极恐。脖梗的切口太平整了，根本就不像利器割开的，反倒是像脑袋自己长腿跑。重重本是无德，何须再借他人？
难不成我陷入了误区？尸体之所以无头，不是因为百目者小心谨慎，而是对方能够让死者脑袋主动脱离身体，都是修行无目法，所以必须除去百目者，否则早晚会找上自己的。严青回到了火宫庙，他将猪眼挖出后，剩下的猪头肉交给国风处理，然后专门去了胖赵书立那儿打听消息。仁清，你为何会对无头案如此关心？赵大人，你没发现除了西区以外，各区的无头案频发吗？昨天听伯峰说起这案子，我感觉总会轮到西区的，先做准备吧。你放心，禁足已经插手了无头案，那凶人逃不掉的。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。根据赵书立这里的无头案的卷宗所示，已经初步勘察到信息。根据捕快的走访，死者生前的几日都不约而同地突出眼疾，接着恶化到脑袋剧痛。按照这些修士的尿性，很可能会用张屠夫来引出百目者。青与赵书立闲聊几句后，便返回了火宫河。还是尽快成就重通，才能从三香城的人海中找到百目者。就让我看看黑暗中的存在到底是什么。熟悉的黑暗笼罩周身，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只是恐惧而不惧，原来这就是众统者。如何晋升众统者的法门已经找到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哪怕凭借自身的修行，我依旧可以达到半世境。不过谁让我最缺的就是时间呀。是否选择分支重统者，将消耗寿元1年6个月。确认选择众统者。殊不知任清已经被抽干了血液，化为具干瘪的尸体。任清的意识依旧清晰，他不由得生出恐惧，好似处于无穷无尽的虚空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单调的黑暗中多出了一点红光，红光开始延伸，勾勒出一根根的线体，仿佛在凭空作画，最后形成眼睛。原来所谓的半世境，便是要经历由死向生的过程。不过晋升众统者的代价也太大了吧。此时双眼突然渗出鲜血，从血管流向心脏的位置。任清已经停止的心脏开始跳动，并且频率越来越快，带动着五脏六复苏了起来，肌肉也变得饱满，并且更加韧性，皮肤也恢复了光泽，甚至连疤痕都消失不见了。突破半世境不愧被称为推翻，确实是脱胎换骨没错。这便是重统者的能力料敌先机吧。任清，年岁17，寿元7年230日，术无目法，重统者人皮书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只能维持重统2个小时，便会恢复原样。除此之外，力量速度都有了不俗的提升，足以媲美野兽。而且这次晋升半世境，寿元才增多4年有余。可惜这具身体经过一次嘎亡，只能补救回部分寿元。脑海中代表无目法的那颗内元已经长成了小树苗，代表着重统者的枝叶向上生长，紫色的纹路勾勒出重瞳的图案。当任清意识触碰到叶片时，简短的信息显现出来。双生魔鬼，阴阳双魂，是否晋升为双生魔鬼，将消耗寿元15年。唉，晋升众统者花了1年半，晋升双生眼鬼则是15年，以此类推下，下次晋升恐怕要150年了。这还只是一门术法，等术法数量多了以后，几条命都不够花的。好在任清可以通过自主修炼晋升，算是天无绝人之路。他将树苗取名为异化树。异化树应该也源自于信息流，很可能是术法在泥丸宫的投影。任清继续查看后，发现其余的枝干同样能获取到信息，分别是无目法的另外2种分支。百目者晋升为百目魔君，吞噬魂魄；独目者晋升为摄魂脑魔，奴役魂魄。无目法的异化路线多少牵扯到魂魄，也不知阴阳双魂有何作用。理论上各个术法侧重点应该不同，如果能找到增加寿元的术法，岂不是掌握了通天的路径？男子去买鱼，结果鱼身上长满了眼睛。不过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消灭那名百目者，此人一天不出，对于我来说就是如鲠在喉。如果百目者异化成了百目魔君，通过无目法追溯到自己，我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，就先不继续晋升人皮术了，至少要搞清楚各个分支代表的异化方向再说。河心街靠近横跨三乡城的大渡河，所以便以此得名。每日的早晚都会有大量人员顺着河流到达河心街的码头，停留在鱼市里摆摊贩卖城西的居民，只要想买水产都会来，甚至其他城区也会专门乘坐马车慕名前来。
码头的鱼市确实是有特别之处。此时已经接近黄昏，鱼市变得门可罗雀。王炳彻可以走了，等下就不好走水道了。王炳全发出莫名的怪笑，他的脑袋比常人大了一圈，并且满脸的青筋。王炳全的摊位上还有条翻白的鲢鱼，而且缺了两边的鱼眼，品相太差，没有卖出去。王炳彻，这鱼卖不出去就回去自己煮汤。嘿嘿，要不卖你？谁要你的破鱼？算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吧。张斗突然想起听闻过的惨事，好似便是关于王炳全。王炳全所在的村落共有5名渔夫，一同捕鱼，轮流卖鱼，相互间有个照应。没想到在几日前，他们在大渡河下网的时候，除了王炳全以外的渔夫全丧命。据说被衙门打捞上来的尸体，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，双眼更是只留下了2个空洞，传闻是由水鬼所害。王炳彻，我把这鱼儿买下，你早些回家吧。3文钱。张斗脸色难看的从怀里掏出钱袋，送瘟神般取出几文钱，数也不数就递给了对方。王炳全熟练的用草绳穿过鱼嘴，然后把整条鲢鱼递了过去。记得煎着吃，鲢鱼肉质嫩滑，鱼眼更是一活。你干什么？你赶忙上船吧，就当花个3文钱买条命。张斗因为对衙役的忌惮，只得吃了这个闷亏，同时心里生出浓浓的疑惑。一条发臭的死鱼，哪用得着衙役来争夺？还有3文钱买条命是什么意思？张斗满头雾水地走到马路，他又朝王炳全的方向望了眼，只见2人一前一后地拐进了小巷。他越想越不对劲，总感觉王炳全怎么看都像是索命的厉鬼，连忙撑船就跑。而任清提着鲢鱼，显晃悠悠的，眼睛不断地观察着弄堂周围。根据他暗中走访无头岸尸体，结果发现部分嘎者的住所靠近水源，借此查到了河心街。这些人的共同点都是生前买了条死鱼，吃下后眼睛便开始发痛，最后化为无头的尸体。其余尸体遭遇的情况却各不相同，说明百目者从未露过脸，一直通过某些手段杀人于无形。任清在弄堂的尽头等待着，附近没有丝毫的光亮，可谓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没有想要嘎他们，他们该嘎该嘎，怎么能怪我？千万不能怪我！死！我是来还你鱼眼的。任清突然察觉到异样，他向手中的鲢鱼看，只见鱼身的鳞片逐渐脱落，长出了密密麻麻的人眼，恍惚间鲢鱼变得极为鲜活，就仿佛刚从水里跃出，让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任清的重重转动，幻象转瞬即逝。任清伸手捏了下鲢鱼，明显能感觉到里面的异味。撕开鱼腹后，一颗人眼从中掉落。别杀我！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每日都将眼睛喂给活人，连同村人都没有放过。我没有杀他们，只是把眼睛藏在了鱼腹。他们买下我的鱼就该死。任清将短刀从腰间拔出来，然后挪步而去。王炳全的脑袋已经变得通红，甚至眼珠子大半都凸了出来，但目光却没有移开分毫。百目者的能力是制造幻象，想要借此操纵人心并不难。王炳全明显是对方的傀儡罢了。任清朝墙壁看去，只见墙壁上苍蝇爬动，那脑袋上长着只人眼，用诡异的眼神与任清相互对视。还没等任清留，苍蝇爆炸化为烂泥。男子长手长脚，还能口吐类似于蛛丝的大网。任清赶忙朝着脑袋的方向追上去。以百目者的手段根本不像是刚晋升，总感觉在3香城硬币已久，杀人取眼也并非修炼无目法，或许身受重伤需要救治，或许垂老将死延寿续命。真是如此的话，百目者绝对依靠诡异物才达到办事的。想要让百目者晋升的话，必须吃下百目魔君的诡异物，九死一生不说，哪有这么轻易能找寻到？难道对方制造混乱，在掩饰什么？此时的人头掉到了沟渠里，继续向城南的方向过去，速度不快，却极为隐蔽。而任清干脆与人头保持数百米，依靠着重统者的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。城南相较于其他城区更加鱼龙混杂，死去的尸体一大半来自于帮派的拼斗。虽说衙门有过整治，但情况却没有任何的改善，反而愈演愈烈。但这也造就了城南夜间的繁华，几乎每条街都有花楼。官人，你要怜惜我，人家害怕。赌坊更是不在少数，乌烟瘴气，免不了有帮派把守。任清跟着人头前去的地方非常靠近居民区，所以门窗紧闭，倒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。只见人头滚进了间破旧的城隍庙，任清找了片树林点，
利用草丛暗中观察。片刻后，有个男子不断的环顾四周，偷偷摸摸的进了破庙。百目者，不对。任清的心底隐隐有了猜测，他继续耐心的等待，并且取出猪眼吞入腹中。男子走出了破庙，他用棉麻布将人头包好，抱在怀里，打算向居民区而去。他提着麻布，没走几步，却见远处多了个身影。在下和你会陆平，敢问是哪路好汉？衙门的，找你问事。大人可是禁足？大人，我可未曾犯事，而且和倪会最近。你手里的是什么？不是我杀的。陆平脸色惨白，浑身一激灵，将人头掉在地上。在任清带来的恐怖威胁中，他顾不上那么多了。皮肤蠕动间，额头多了几只眼睛。任清想起从书铺搜到的无目法，看来并不是凑巧。那名百目者在有意识的散播。百目者控制部分修士为自己收集人员，剩下的都是转移禁足视线的妻子罢了。搞不好百目者从头到尾未曾现身，利用术法就搅动着全城一滩浑水。出现的那些无头案，至少有小半是修炼了无目法的人所为，虚虚实实难以理清。这样一来，哪怕有禁足插手其中，百目者也可以轻易的脱身。你是怎么把人眼交给他的？早知道就不碰那本术法了，搞得深陷其中，现在还被禁足盯上。不知道，我只是每隔3天来此处一趟，然后将人眼放置于窗台上，自会用鸟类叼走的。要是不这么做，身体的异化就会完全失控。看来百目者为了隐藏身份，并没有在3香城布下眼线，那么张屠夫的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。我算是较为收敛的了，那些家伙……话还未说完，他见到任清现身于月光下，立刻闭上了嘴巴，并且表情变得极为难看。本以为是联合你会大人物心生忌惮的禁足，却没想到只是衙役，而且看样子连捕快都不算。什么时候衙役管得这么宽了？不好意思，取你性命一用。任清看了眼手中的短刀，刃口已经卷起，再去碰些坚硬物，恐怕就会折断。这把刀是前身兄长留下的，裁着太普通了，只能找机会换把新的兵器了。那些禁足应该快来了，还是先隐藏起来。2位禁足快速行走而来，其中一位禁足便是在监牢里见过的白姑娘，属于格格不入的正常画风；另一位禁足长手长脚，每步都是